哎，大家好，OK，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第3集啦，对不对？好，就是今天呢，Dustin 就是又出外景了哈，其实也不算是外景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 Dustin 每个月都会有一小段时间呢，会就是在这个呃那个泰国闭关这样子。好，那今天也是一样，好，就是说，我们是在泰国进行这个就是线上这个闲聊时间这样子，OK，好。那不知道大家最近准备的怎么样啊？好，就是一样，你有任何的问题，今天都欢迎在这个聊天框里面发问。OK，好，我们这个聊天框是开放任何的发问或闲聊都没有关系，这样子。好，那你知道吗？最近呢，好，就是这段时间应该是已经接近这个申请季了嘛，对不对？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看一下这个，这个就是 live 的视窗有没有同步？哦，同步好了，OK，没有问题了。好，来，那我想大家最近应该也是接近了这个申请季了嘛，对不对？好，那不知道大家在最后申请季这段时间呢，就是接近 deadline 这段时间呢，好，会不会压力觉得很大啊？OK，好，你知道我当时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就是考试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根本还没有想到申请什么时候申请的问题，我只想说先把这个试考了再说。所以我那时候定日期，其实你知道我定了非常非常尴尬的时间，我就是定在2月10号。好，2月10号为什么是尴尬的时间？因为你2月10号考完之后，你也不会去赶今年的申请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工作这样子，好，所以就是我定的那个时间。OK，好，但 anyway 就是大家也许现在的情况应该是说，可能是1月就要截止了，对吧？好，一月份就是这个第2轮或最后一轮这样子。好，那各位到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想个问题，好，就是如果你还在就是准备着你这次考试，好，然后呢你托福还没有考，或者是你的申请资料也还没有准备的话，通常你这时候就要赶快想一个 dilemma， 好，这 dilemma 是你不想要面对的，你不得不面对的。OK，你必须要现在先想好，就是到了真的 deadline 来临的时候，好，如果今天你的理想分数跟你的这个就是申请的时程不能两全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为重？好，就是你会选择是要为了到你理想的学校，那你宁愿延后1年申请，延后一个 turn 申请呢，还是说你会选择就是我就是今年要申请，明年要出去，好，我不想要再等1年了，但是我愿意自降标准。OK，好，那你现在就开始想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开始想你后面的这个读书策略、读书计划，如果你要弃保什么东西的话，好，或者是你要去做就是层次的安排的话，会比较好安排。你不能等到这个大难临头再开始想，如果等到这个申请 deadline 要到再开始想，你没有空间做调整。OK，就拿当时你自己在做咨询的例子来讲好了，好，就是我一般在规划读书计划的时候啊，好的咨询规划读，这个天头上有没有彩虹？这个是怎么样呼应那个？好，就是如果有人成家是不是？还是这边遇到鬼了？好。啊，算了，我人在外地，不要乱讲话。OK，好，就是这边为什么彩虹和聚光灯吧之类的。好，好，就是我刚刚讲回来，好，我在帮就是我的就是咨询的学生在规划读书计划的时候呢，我都会像这个时候我都会先问他一句：你是最后如果真的不能两全的话，你会以分数为重还是以时间为重？好，因为如果是以分数为重的话，那我就会帮他一步一步的有层次的安排。好，比如说先加强数学，再加强阅读能力，然后再好好的做完整的总结，然后再好好的去做这个就是后续的这个就是解题流程的固定这样子。那这样一步一步安排当然会是最稳的，但它相对来说也是会需要拉比较长的时间。OK，好，那所以这种时候就是比较适合。我发现说，哎，这个人是他今天他愿意为了他自己理想的学校好，然后再延1年，那这个时候这样安排是没有问题的。好，但如果发现这个人他愿意是为了今年要申请，明年要出去，就他不愿意妥协时间，他愿意降分数的话，好，那我就会跟他去讨论一个他愿意接受的这个分数的区间，然后再去根据这个分数的区间去设定说哪些东西应该要重点放时间准备，比如说就是数学，或者是比如说是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好，那哪些东西是可以弃保？意思就是说，你的分数既然没有要顶高，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某些科可以保留，某些科可以就是先暂时把它不要准备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其实你这个问题现在就要开始想了。好，就是你不能想着每天都在过年。好，虽然你可以看到网络上你没看到新的文面，好像每天都在过年，对不对？他们每个人都在过年，什么一战780、790啊，888，好像大家都很强这样子。好，但事实上，那个你也知道，网络上这些新的文是有survivor bias， 就是生存者偏差的。OK， 好，所以你必须要回头看你真实的情况。好，就是
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然后呢，你好好的想一下这个取舍要怎么做。好，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还在奋斗的话，这是我建议大家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样子 ，OK，现在呢有8个人在这个线上，这样子，好，谢谢你们一直在支持 Dustin。好，那当然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个聊天框里面发问，这样子，好不好 ？OK。好，那 Dustin 呢？最近呢，你也知道嘛，我在网络上我的部落格里面会开始分享一些我自己经手过的这些经典案例。好朋友，老朋友 ，OK。好，那个就是跟我同系的这个邓同学这样子。好，那你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好，还是你想要低调一点，让你自己讲？好，对，那就是我会把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对不对？就是放在网络上，好，那就是我会把这种就是跟他们咨询的过程也放网络上这样子，好，那当然啦，一部分你不会演啦，就是为了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咨询的 ，OK， 让你信任我的能力这样子，好，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些同学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好，其实呢也是很多同学会遇到的问题 ，OK， 所以在分享的过程中，我希望你能够借此也能够就是触类旁通，改变你自己的这个准备模式。好，这是就是我希望要的重点，这样子。好哦，谢谢你哦，还当志工。好了，各位现场的同学们，现在12位观众同学，12位观众有福了。好，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的嘉宾 ，OK， 好。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就是 Dustin 在最新的一篇部落格的文章里面有分享一位同学，好，这位同学是来自大陆的同学 ，OK， 好，那他在准备考试的途中呢，其实他非常的热心，好，然后他也非常有研究的精神，好，所以他一直都帮 Dustin 就是就是他一直都在学习，就是 Dustin 在部落格上放的东西，然后并且有自己去做整理跟归纳，还要去做延伸这样子。好，那 Dustin 就有一个缘分跟他就是讨论一些就是读书计划 ，OK， 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关于CR 的训练模式这样子。好，那他最后的成果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好 ，OK， 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 SC 的部分从百分位我忘记30几了吧 ，OK， 百分位30几进步到百分位91啊，但重点是就是你要看他的这个准备的时间，其实3站到4站之间其实只有短短的13天，然后呢认真做的总结只有大概21题左右 ，OK， 好，就是好，但就是有这样飞跃的进步。当然啦，就是这位同学他在前面1站、2站、3站，他的这个就是很严格的很严格的这个 SC 的考题归纳，也给他打下了很良好的基础。OK， 好，那这位同学他的就是邓同学，他自己心里面应该百感交集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百感交集，好，但我是蛮百感交集的，就是终于能够证明了一个不用刷题也能够考高分。OK， 好，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场的各位观众 ，OK， 好，就各位同学们或者各位朋友们，好，你应该知道，就是在准备剧本的路上，网络上的资料实在太多了，好，网络上的这个就是那个很多也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那其中的观念就是觉得说，好像要把题目全部都刷完，要把大量的题目都写完之后呢，才能够就是考高分。好，但事实上这个观念不一定是对的。那我相信这位同学他经历过1站、2站、3站，好，然后一直到这个4站突然的 SC 的突破，还有这个分数从26还在把我忘了，好，突破到34。OK， 好，那其实呢，你也可以很明显感觉得出来，就是你自己不是靠刷题上来的 ，OK， 而是靠什么？而是靠大量的思考，就是在3站到4站之间，就是咨询后改变了这个就是模式这样子。好，那各位他今天在这边就是那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好，你也可以在直接聊天框里面就是问这位邓同学这样子 ，OK， 好，那先替各位谢谢邓同学 ，OK， 就是今天呢在这边当那个驻场的这个观众这样子，好，他其实每一次都有来哦，之前几次都有来都有问问题这样子，好，所以就是也是到请这个就是现场的怎么讲，就是炒热气氛的同学之一这样子 ，OK， 好，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对这个案例非常非常有兴趣。好，那我们不能妄言说要变成他了，因为每个人毕竟都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不能，就是我们准备考试上，我们不能把一个成功人士的例子就类到全部人身上，对不对？我们不能妄言变成他。但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就是问一下说，哎，就是你在准备上有什么样的困难，你是怎么解决的 ？OK， 好，其实你可以尽管聊天室里面发问这样子。好，他已经跟我开了一个绿灯，他说我是来回答问题的，因为我原本还想说你是不是要低调一点这样子，或是会觉得很烦啊。好，但既然你给我开绿灯，我就不客气了。好，让大家记得要有礼貌哦。OK， 好，对，那就是啊。
对，所以你可以尽量在聊天室里面这边发问这样子。OK， 好，我看一下。好，对啊，各位就是聊天室这边其实空间还很大，你知道吗？好，这个就跟我房间的那个空间一样，还是很大。好，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在这边发问。OK， 好，不然到时你就要一直连销回讲干话哈，就是很累。OK， 好，那你知道吗？好了，我现在讲一下，随便讲好，就是我昨天在看 Chase Street 啊，好，然后我就发现，有同学分享的东西就是 Ron 这个人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Ron 嘛，对不对？好，就是 之神，好，就是然后他有人去上他的家教 ，OK， 有人去上他的家教这样子，好，然后呢分享这样子，好，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 Ron 空格私教，私人教练的意思就是私人家教的意思，你去搜寻那篇帖子 ，OK， 大概是前天还是上个礼拜 PO 的，好，然后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好，然后就发现，好，来各位聊天室的同学，大家猜一猜 Ron 的这个Ron Perwell 这位同学。OK， 好，不是这位同学，这个他当私人教练1对1的私教，各位可以猜猜看1个小时大概多少钱？好，我们用美金计价，好，大家猜猜看1个小时多少钱？我先给你一个参考数字，就是应该这样讲 ，Ron 是800分的男人，然后呢 ，Dustin 是什么 ？Dustin 是就是梦过800分的男人。我跟他一样，我只有梦过没有考800分，所以我并没有跟他说这，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就是参考数字，我自己的这个家教是120块美金这样子。好，那你可以猜猜看 ，Ron 这个他的家教费用是1个小时多少钱？哦，来，各位可以猜，聊天室里面猜猜看。好，之前没有想过哦，就是很有趣，就是你可以跟 Ron 大神，就是不是在网络上看他的文字详解，而是直接跟他就是1对1。OK， 好，但当然啦，想就是1对1是有代价的。好，那我们来猜猜看，好，到底是美金多少呢？美金多少呢？你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打一下数字，这样子。好，好，来，那各位在打数字的同时，对不对？好，我同时也就是我同时也回答一下这个就是蔡同学的问题，这样子，好，刚好有问题丢出来了。OK， 好，GW 的文章的翻译，这不是也不是翻译权的阅读训练，但是 GW 没有英翻上，只能 Google 翻译，所以有些这场难去翻译怪怪的。来，佳姐，来注意哦，注意哦，注意哦，阅读训练。有人说300，有人说1200，有你是你，当然我问一下，这2位同学，你们讲的是1小时吗？讲的是1小时吗 ？OK， 我们这边是有时薪来计价哦，好，不是包月的哦 ，OK， 好，你不要想说什么，好像 Ron 是伴游，有没有 escort， 然后呢包他1天多少钱？不是，Ron 并不是做伴游，虽然他的脸很帅啦，好，他的脸是可以做伴游的。我 Dustin 呢，就是什么，就是伴读清道夫，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可能去外面玩，帮你提东西，但我没办法当伴游这样子。好，不是1天的伴游价格哦，是1个小时的私教价格，大家猜看多少钱？好，来 ，OK， 好，我先回来回答一下这个就是蔡同学的问题。OK， 好，那GW 的文章做阅读训练，它没有英翻只能 Google 翻译，所以翻译的怪怪的。OK， 加点吸收还是正常训练有用吗？好，我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用 GW 的文章做阅读训练的话，对不对？你就不要再去对照 Google 翻译了。好，我们就是要摆脱 Google 翻译，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要摆脱你心里面是用照字面翻的这种 Google 翻译。我们在做阅读训练的时候，当时你在影片里面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你的做法不是翻译，而是你今天自己理解之后，用自己的逻辑讲出来。好，这个邓同学，等下可以分享一下，我当初跟你修正是怎么修正的。OK， 好。郑同学，你可以回答这个蔡同学的问题，说，当初我修正你的阅读训练是怎么修正？因为你当初做出来其实蛮像 Google 翻译的。OK， 好，对，那就是，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如果你做 GW 的训练的话，你可以不用去参照 Google 翻译。那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做出来是对不对的？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理解的东西是不是有逻辑的？很简单，就是什么？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你的一个朋友看，或者给你的家人看，或者给你的这个备考的战友看，或读书会看。甚至如果你真的是边缘人没有朋友，好，居妹搞到你就也不是家破人亡，搞到你妻离子散啊，搞到你这个就是动撼心理啊。好，那这个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是自己就是自己隔了1天，或者是2个小时，或者是这个就是2-3个小时之后再回来看。通常隔了1天或隔2-3个小时回来看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就是逻辑上不通的问题，你就会立刻发现了。好，因为你当下去看不会发现，那你隔1天或2-3个小时来看，你就会立刻发现，然后你就可以再继续改。好，就是继续思考或怎么样才能通。OK， 然后记住你的这个写出来的内容不是给你自己看的，是给别人看的。你要做到连就是一个国中生的程度的人看了你写出来的东西都能够看得懂。好，你要做到这种程度。OK， 好，所以你可以不用去做中文的对照，但是你必须要让它的逻辑顺畅到连国中生都可以看得懂。
OK， 好，这样懂我意思吗？逻辑清楚，上面能看得懂。那其中，如果你发现原文里面有一些不必要的资讯，你可以把它删去。原文里面有一些必要的资讯，你可以就是要让逻辑衔接，需要一些必要的这个资讯来补充，你可以把它自己脑补进去，把它补充进去没有关系，你只要让这个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是顺的就可以了，这样子。好，所以不要去对照 Google 翻译，千万不要对照，我们就是要摆脱字面上 Google 翻译，好不好 ？OK， 好，来，大概是这样子。好，如果那蔡同学希望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当然我等一下会再继续请这个邓同学来帮大家做补充，这样子。OK， 好，那 anyway，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欢迎在这边继续讨论。OK， 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就是很好，现在已经有23个人了。OK， 好，我们刚刚增加1倍了。好，那 Dustin 语速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不觉的加快了1倍。OK， 好，来喝个饮料喘口气。好，来各位，我看一下哦。好，那下面呢有这个，这个胡同学是问这个刚刚讲那个例子，郑同学他就是准备期间每天的读书计划是怎么规划的？好，那我们来大家来剖析一下这位同学的这个读书规划。OK， 好，来哇，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时间表这样子。OK， 好，那现在聊天字数限制没有关系，就是你就可以分段 PO 是可以的。好，来9点15分到11点半。先看7点，我们先看往下看7点的，因为它这个倒过来的。好，7点钟起床，哇，在台湾能做到7点钟起床的人好像不多了。OK， 好，可能大陆的同学就是比较就是作息比较正常。好，在台湾呢，基本上能做到7点钟起床的人好像已经不多了这样子。好，对，然后再来7点45分，好，你好，好，下面2个同学讲了你好，但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你可以直接在上面这边打出来也没有关系。OK， 好，那我们回来解析这个邓同学他所讲的这个资讯。好，那7点45分到8点钟朗读 SC 的正确句子。OK， 好，这个说法是可以的。好，但应该这样讲好了，不只是朗读啦。好，如果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假设我们今天再回来的话，我会怎么建议你？就是怎么会建议你做得更好？就是除了朗读之外啊，好，那你应该是要就是也要把句子的结构拆解。那拆解的方式就是先去把主干抓出来。然后呢，把主干逻辑关系想清楚，它是比如说因果关系、强调关系，比如说是对比关系，比如说是条件关系。好，然后再来去分析修饰语，它放的位置是修饰哪个对象的，它的修饰语是表达什么样的关系，这样子。好，所以我对我的做法的话，如果要去做这些句子的训练的话，我不只是朗读，好，我还会去额外去做这个句子的主干的逻辑结构分析，以及句子的这个每个修饰语的逻辑的这个关系的分析。好，那如果你说那我没有任何的知识，我要怎么分析起呢？好，那各位就是你可以上我这个 YouTube 我们的现在这个频道里面，好，我在 SC 的这个就是播放清单里面，我有放那个标准英文的句子成分的那个介绍，我放了15集，好，那里面就讲了所有的修饰语跟所有的句子结构，好，它标准英文的写法，它想表达的逻辑关系跟它参考用法这样子。好，对，那所以我会建议是可以做这样的调整。好，那不过我也会建议，不是每个人都要照做。好，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你真的觉得考试的时候这 SC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好，然后你没有任何的就是对标准英文结构认识，好，甚至是你今天是真的抓不到主词动词了，你才需要这样做。好，因为剧院媒体的这个 SC 的结构跟一般英文的结构是不太应该说更为严谨啦。好，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考试的时候你的这个长句或难句的结构判断会有错，好，或者是今天你的这个CR 或 RC 到长难句的时候会有问题，好，会有理解的障碍的时候，你才需要做这件事情。好，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OK， 那大概像这边的15分钟，我想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我不知道邓同学大概是做多久。好的，可以打来聊天室，怎么聊天突然停了 ？OK， 好。那我不知道邓同学是做多久，但是以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会专心做个3到5句这样子。好像我那时候做阳旁长难句也3到5句。好，那现在还回来，你会问我说，到底是要用阳旁长难句还是用 SC 正确句呢？我会觉得先用 SC 正确句会比较好，这样子。OK， 好。然后8点到8点半刷单词表。OK， 好。那这个单词表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话呢，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特别去背单词表，我的单词来源都来自于就是可能曼哈顿那本里面讲到的单词。好，那还有就是我在做题中查到的单词。OK， 那当然我在做题，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你可以就是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搜寻生难字3个字，好，或者是搜寻单字这2个字，
好，你就可以看到在阅读的板块里面，我有些文章是在讲你阅读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背单字，或是有哪些单字需要背的。好，那基本上我现在给各位同学推荐就是说，好，你如果今天是在做题目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生难字，你想要把它背下来的话，你可以先停一下1-2秒钟思考，就是这个单字它的到底是它让我们冷僻到接下来你想它下一篇文章出现的几率有多少？好，如果你认为它下篇文章出现几率不高的话，那其实大可不用背了，这样子 ，OK？ 好，对，但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比较逻辑关系的那种单字的话，那你肯定是要把它背下来的。好，然后再有时候我在网络上我放过，就是在那个阅读的板块，忘记哪一篇文章了。好，我有放过说就是转介字的列表跟书面语，好，就是英文学术英文的这个写作常用单字，这两个单字是我认为必须要背的。OK？ 好，那当然各位，如果你在网络上能看到其他的这个单词表，你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去背。OK？ 好，就是CD 上面有很多人去整理这个就是 Chase 的就整理这种就是什么阅读里面常见的那个单词表，你也可以去背。好，可是我会建议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好，就是第一个，GMAT 它并不是考你的，并不像 GRE 一样是一个以单词为中心的考试。好，所以你不要把太多的重点放在单词身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算你今天背很多单词，你也不一定会阅读就读得懂，会考高分。OK？ 好，所以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基本，不要花太多时间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好，我们再继续慢慢的解析。好，这样子大家可以听得应该是可以听得比较完整，是到时你的这个准备的那个想法跟思路是怎么样的。OK？ 好，对，那8点半到9点15分，乡民翻译题，对，就是我都会，如果你讲说是翻译训练的话，我都会跟你纠正，不是翻译 ，OK？ 好，对不对？好，事实上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乡民的翻译，好，为什么呢？就是像邓同学刚刚讲的，其实我要求的东西不是说你把字跟句全部的一字一句的把它全部都拉出来翻出来，要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要求的东西是今天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话讲出来，然后就是很像我们台湾 PTT 上面，就是有些时候有外电消息，然后就会有乡民主动去做很简洁，然后很口语的翻译 ，OK， 是这样的概念。好，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说就是为什么把它称之为乡民翻译的关系。好，那当然各位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我的部落格上面看我阅读训练，你看我是怎么做的。好，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我其实并没有照字逐字翻。好，照字逐字翻是最惨最错的，这是浪费时间的。OK， 我要再度强调这件事情，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好，你要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你如果这边理解，你觉得这就是什么嘛？就是比如你可以用成语表达也没有关系，这样子。OK， 好，来那。这个地方对不对？好，他目前是花了45分钟的时间啦。好，那我不知道我看一下，我不确定用你的45分钟是用了多少的这个文章的量。OK， 好，我不确定。好，但我想一开始做练习的应该45分钟是练不到多少的，可能你只能写了2段就差不多了吧。好，我想邓同学，你如果回忆一下你一开始第一次做阅读练习的时候，好，您可能花了2-3小时才弄完一篇文章，对不对 ？OK， 好，所以如果第一次做的话，我会建议啦，就是先不要时间最少给自己预留1个半到2个小时每天。好，做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每天就是要扎实 ，OK， 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好，每天要持续要扎实。好，所以一开始就从事这个训练的同学，我会建议你先给自己预留1个半到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以一篇文章为单位，就是你就是今天专心把这篇文章做完就对了。OK， 好，这个就是这篇文章呢，就是 GMAT 的文章也可以，经济学的文章也可以这样子。好，纽约时报呢，如果你不是阅读能力太差的话，就不建议了，就太简单了。好，除非你今天是连GMAT 的文章加或经济学人都有问题，就是有很严重的障碍，你才会需要用到最基础的纽约时报的文章当素材这样子。OK， 好，那再来我们再继续看哦。好，各位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继续丢，不管你是问邓同学或是问邓小弟，这是邓小弟 ，OK， 好，不管你是问邓同学或是问邓小弟，好，都可以 ，OK， 好不好 ？OK， 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边发问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哦，就是继续来往下看。好，这个你说9点15到11点半 ，RC 做题加总结3篇。好，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位同学他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他只总结了3篇，换句话说是1小时总结1篇。好，
所以呢，你要知道是总结其实，对不对？要像这么样扎实才对。OK， 好，就是等一下跟同学可以大概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叫扎实的总结？好，这个是我自己在训练的方法，也是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做到的方法。OK，就是不要以刷题，不要以做题量为主轴，是要以做的就是总结的深度为主轴。好，那这个深度呢，会导致你可能就是一题会做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这个检讨，好，跟分析，对。但是这是有最后结果人来看是有用的。OK， 好，那所以邓同学这边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他 RC 做题是非常扎实的，他用一篇文章可以用1个小时的时间都检讨加总结这样子。好，然后呢，睡午觉也睡得很扎实。OK， 就是吃饭加睡午觉2个小时那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如果全职考生的话，就是我会建议就是睡眠要规律，像这位同学一样，他每天7点半起床，7点起床，然后呢12点睡觉，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样子，好，作息要规律。那再来就是你要怎么讲？就是你要那个就是饮食充足嘛，然后呢就是要规律运动嘛，对不对 ？OK， 好，就是我会建议通常全职考生啊，就是不要学到自己这个烂身体烂例子。好，全职考生你应该是要每个礼拜维持2次的这个运动的时间。OK， 这个运动不管你是去健走，好，走半个小时，或者你是去慢跑，或者你原本有重训的习惯都好。好，就是要让你不要自己在屋外里，然后最后变躁郁症这样子。OK， 好，对，那刚刚讲到时间安排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个很多在职考生会问到的问题。很多在职考生呢，他在工作上非常的努力，他在工作上是一个我们日本人叫社畜，就是社会上的牲畜，什么意思呢？就是常常超时工作。OK， 好，比如说很多事务所的人啊，好，4大的人啊，或者是很多这种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的人，好，或者甚至很多金融业的人或顾问业的人，他们常常会有个特色，就是说有2个特色。第一个就是每天是晚下班的，比如说8、9点才下班，好。那如果你是超过8点才下班的话，我会建议你干脆直接早点回家睡觉。你宁愿你自己10点睡觉，然后隔天早上5、6点起来念书，好，或者是4、5点起来念书。念完书之后洗个澡，跑个步，洗个澡去上班，你就会恢复精神了。你也不要熬夜念书，好，我非常不建议熬夜念书。OK， 好，我那时候准备也没有在熬夜念书的。OK， 然后再来第2个，如果你今天的情况除了晚下班之外，你还常出差，好，就是常常因为出差就会导致1、2天你就没办法念到书。好，这是超级忌讳的哦，就是在准备考试这段时间最忌讳就是完全没有念到书，某一天完全没有念到这件事情。OK， 所以我建议你就要提早帮自己的读书计划定 Plan A 跟 Plan B。Plan A 就是正常，你平日该读多少，假日该读多少。那 Plan B 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真的遇到了出差，好，真的遇到了应酬，真的遇到了专案要结案，好，那段时间可能你就要去先估算一下，我相信你是可以估算的。OK， 估算一下，比如说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可能一天只能读1个小时，或一天只能读1个半小时，那我会怎么分配？你要提早先把这个应急状况做出来，好，然后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就直接放弃念书。好，你会可能觉得说，你可能你在没有准备这个 Plan B 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只是放弃1天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放弃那一天对你在准备上的伤害是非常大的。OK， 好，所以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先为自己准备好加班啊，或者应酬啊，或者是今天是出差的这个Plan B 的读书计划，就算少也要每天练。OK， 好，那可能很多人跟我说什么，哎呀，出差啊，这个还带 OG 很重啊之类的。我跟你讲，这都不是问题啦，你自己知道，这些都是借口，对不对？好，现在网络上资源那么多，对不对？好，你要做题，哪里还不让你做，对吧 ？OK， 好，然后你也不要跟我讲说什么你在外面就是工作会发现就很累，想睡觉，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借口。OK， 好，跟我讲的人都可以建议你去看那个我在 YouTube 上面放的一部影片，好，一部视频叫做什么？叫做就是永远不会考高分的人。好，Dustin 连出来都每天工作了。好，我不是像现在这样闭关还每天工作了，我连之前跟朋友出去玩。我都是每天更新基金的 ，OK， 好，所以呢，我不会累吗？对不对？也会累啊，对啊。但是问题是，责任就是要负啊。好，那当然，现在这个考试就是你的责任，对吧？你要为自己负责 ，OK， 好，不能那么快的，就是把没有就是读书计划没有执行的责任，就是归到别人身上这样子 ，OK， 好，归到别的事情身上，好，所以呢，就是请你还是要就是要尽量规律。好，那如果你很早的发现你在职考生无法规律的话呢，你就要尽量帮你自己安排2套计划 ，OK， 好，不要到时候因为没有安排第2套计划，导致你就直接中断了这样子 ，OK， 好，再次提醒，不要有任何一天中断 ，OK，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3点钟到7点钟 CR 做题20道 ，OK，
好，那这个地方大概是2个半小时，对不对？1个半小时做题20道。好，那这位同学可以分享一下，1个半小时做题20道，大概意思就是一题大概做4到5分钟左右的就是做题要检讨。好，那也就是检讨大概花3分钟左右。好，那这位同学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在3分钟你会做什么事情 ？OK， 好，CR 做检讨大部分情况都是什么？大部分情况都是我们要去想到这个题目的其他可能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半个小时吃晚餐，哇，你睡午觉加吃中饭吃2个小时，所以你是意大利人还是西班牙人？就是午餐比晚餐重要的，就是午餐可以吃个1、2个小时睡午觉，然后晚餐只是半个小时，只是半个小时是吧？对，好，那 anyway 也不错啦，这样子，好，就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之后看一下好，来就是晚上这个就是就是 review， 下午有一次 review， 晚上也是 review， 好，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只有做完就丢在那边，就是你的这个阅读训练不能只有做完就丢在那边，你一定要隔1、2、3小时之后回来再修改一次，回来再修改一次。好，那这同学你应该也可以知道你后来你可以慢慢体会到我跟你讲到就做1、2次修改的用意嘛，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你第二次在看跟第一次在看的时候，你的感觉有差了，你的理解又更深刻了，然后你又更知道说这个地方的语气想表达什么样意思了。OK， 那第3次在看的时候又会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还是理解不顺，所以你在1次、2次这种修改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的修正自己的理解，然后下次你在读第1次的时候，你就会更快去抓到那个正确的那个逻辑方向。好，所以其实2次跟3次这个是一定要的。好，大家不要忽略掉，很多人在做阅读训练就是忽略掉这个点，就是他只做早上1次，他就不管它了。好，那这样是没有效果的，你要不断去修正，这个修正的过程就是训练。OK， 好，来，那当然后面的这个修正就时间就会比较短了啦，这样子。OK， 好，那再来呢，就是晚上是订正 LC 跟 CR。OK， 好。那我这边会建议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开始准备的人，或者你正在做总结的人的话，我会建议你应该是一题做完一题检讨。OK， 好，一开始在初学的时候做，或者是你的观念非常非常缺乏的时候，你应该是一题做完就一题检讨，而且重点是你在检讨前先不要对答案，因为你对了答案就会大小眼了，对不对？好，很多人都知道这感觉，就是我对完答案之后，我就觉得说，我这边应该是要就是这个题目是对的，所以我就随便检讨。好，这个题目是错的，我就认真想检讨，这个大小眼这样子。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连续做10题、20题再对答案，再去一起检讨呢？就是当你发现80%的题目，其实你在做题目的时候，对不对？你其实做题流程已经固定了，而且你能够联想到其他题目有类似的考法，就是联想到类比到类似的题目去。如果你80%的题目都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连续做5题、10题或10题、20题，慢慢加量。好，然后呢，再用同一个时间来检讨。不然一开始我都会建议大家一题做完一题检讨这样子。好，那再来当然好，晚上10点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慢慢接近尾声了，对不对？好，那最后呢，就是最后15分钟就是来做什么？最后的这个就是翻译训练的这个对照。好，这是我网络上推荐的这个流程，对不对？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个同学一天就结束了，非常的规律，非常的好，这样子。好，这是我刚刚讲的说，就是完全用我部落格上面的这个自修规划的方式来准备的。好，这是非常好的事情。OK， 好，那当然最后也恭喜你拿到了好的成绩，这样子。好，就是恭喜你经过了4战之后，好，终于最后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数。OK， 好，那当然也祝你接下来的这个雅思怎么准备顺利。好，来我们看一下下面。好，来，OK， 好，我看一下哦。不好意思，我这边往下看一下。好，好多文字。OK，对啊，这同学给出的建议是关于蔡同学的问题。好，那想说2个关键是，第一个读文章的时候是一次读完一整段话。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一句话往往都不能代表完整逻辑观念，你应该是一整段读完之后停下来，好好想清楚到底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再用自己的话写出来，这样子。好，很好，非常好。好，就是你不要边看边写，边看边写就真的会变得很片段。你要是读完一整段话之后，闭上眼睛，好，我会建议闭上眼睛啦，好，因为感觉比较有 feel 这样子。好，我的闭上眼睛想一下，那跟我刚刚看到的东西，如果用我自己的话讲要怎么讲，这样子 ，OK， 好，这样的概念一定要记得用自己的话讲 ，OK。然后再来呢，就是对，就是不要抠字眼，这个抠字眼，这个是很传神的形容词哎。好，抠字眼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
你去斤斤计较或这个字该用什么东西，好，或者是用字面上的字眼字典上字面上的字眼来表达。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sophisticated 这个字，在查字典，它有跟你讲是世故的，可是就是人情世故那个世故。好，但今天如果你发现一个句子跟你讲说 sophisticated women， 好，你可能会讲什么？你可能会讲世故的女性，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他跟你讲 sophisticated machine，你不会讲说世故的机器，你会讲什么？你会讲精密的仪器，对不对？好，因为所有英文字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有个本身的意思，还有一个模糊、借近、引申的意思。OK，如果我们都用它本身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的话，我们在理解文章这个 Google 翻译就会非常慢。我们在做这个训练的就是目的是为了什么？让我们慢慢的理解说英文是怎么样用借近的意思来做修饰，来做修辞的。这样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逻辑才会连贯，这样子。OK， 好，所以你就要记得不要变 Google 翻译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好，下面有人问说，好，邓同学，CR 是单体总结做到什么程度？好，那你自己就是检讨时很容易把定位忽略的地方圈起来，不知道怎么检讨，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个就是我看等一下邓同学后面会有回答这样子。OK， 好，那我自己也先提醒你，就是说你把定位部分标起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OK， 为什么？好，就根据我在网络上分享的《上帝视角与战争迷雾》这部影片里面，好，我有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OK， 好，就是你今天在做题，你不是要为了这一题收拾，你是要为了下一题做准备。所以你做这个检讨的每一步，你都要去想，我做的这一步能不能应用在别题之中。OK， 如果你今天只是把这个 RC 里面的这个考到的定位句，刚刚忽略到定位句，把它圈起来、标起来，有没有想过，你标起来的这些句子？其实根本在下一次的考试的别的题目是不会出现的，那么你做这一步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OK， 好，那你可能会继续想问我说，那我要做什么步骤才会有意义呢？好，在我的部落格上 RC 的板块里面，我有分享很多就是自修的方法。OK， 好，所以请你好好的思考，就是并且来修正自己的读书策略这样子。OK， 好，来那。文章框架训练对不对？好，这个部分就是在请教邓同学的哈，因为我不确定他用的是哪一种方式这样子，因为市面上蛮多种的哈，但没有说哪一种一定好或不好啦，只是看你能不能适应而已这样子。OK， 好，我自己部落格上我也有放好，然后好，那如果拿经济学人进行分析，哪里有中文对照呢？哈，经济学人基本上我就不会拿中文来对照了哈，因为真的没有中文对照，我先跟你讲，就是没有中文对照这样子。好，那就像我刚刚回答前面的同学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中文对照的话，我们也不会去硬拿谷歌翻译、硬拿 Google 翻译来做对照。好，不会，我们就是让自己多 review 几遍，好，隔2-3个小时，或者请别人帮我 review， 或者是请就是读书会同学帮我 review， 没有看过原文的人帮我 review。好，那我们在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标准就是让国中生，好，就是中学生，好，或者是今天完全跟专业媒体没有关系的人，他也没有背景知识的人，他可以看你的文章，也能看懂你的逻辑，也能看懂这篇文章在说什么东西。好，这样的概念。那基本上你在 review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地方逻辑怪怪的，有些地方你这边怎么感觉上下文记不太起来，有点松散。OK， 好，那你要记住哦，如果发生这种问题的话，不是文章错，是你错。OK， 文章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你的理解是出错的。这时候你就要回去重新思考，这边我要理解成什么？好，我的上下文要怎么样才有连贯？这样子。好，所以到后期，其实我做的翻译训练，好，我都不需要去做对照中文的这件事情。OK， 好，其实我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是只要我能够 review 2-3遍之后，都可以抓到合理的意思，这样子。OK， 好，你要相信你是可以的。好，来，那 CR 写逻辑链的方式对吗 ？OK， 好，这个问题哦，你说对不对啊？对不对？也没有一个一定，你知道吗？好，就是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说要端看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好，有些人的情况是他今天读完 CR 之后，他只是故事看懂了，但问题是他今天抓不到主题，好，或者是他今天常常会看完故事之后，就是资讯很零散。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对这种人来讲，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看完之后抓不到主题，就抓不到那个就是 core issue， 就是我们要讨论那个核心议题，或者是看完之后资讯很零散，不会组合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在训练的时候写逻辑链，可以帮助他就是串联资讯。好，但如果对于那些就是看完之后一眼就知道重点是什么的人，那我觉得写逻辑就是没有必要了。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见仁见智。好，第一个是见仁见智，就是说看你自己在 CL 上有遇到我们刚刚讲这个主题，常常会抓错主题的问题，或者是常常会资讯零散的问题。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就算你今天先用逻辑链训练，你也要记得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是没有时间写逻辑链的。好，所以就像周星驰的电影讲说，好，老佛爷不是放在眼里的，是放在心里面尊敬的，对不对？好。逻辑链也不是让你写出来的，是你在训练的时候可以写，但你在后来到考试的时候，你要放在心里面尊敬的。什么意思？到了接近考试的时候，你就慢慢习惯不写逻辑链，但心里面就要保存这个逻辑链。OK， 好，这样的概念。好，然后再来最后就是在考试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情况，就算你今天就算今天我们心里面已经有逻辑链了，好，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写出来，但考试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题目是比较复杂的，好，我还是会针对这些题型会把逻辑链稍微写在纸上。哪些题目呢？基本上就是3种啦。好，第一种是考古类的题目 ，OK， 因为它常常会有好几个就是证据，或者是好几个年代，好，或好几个地方，它常常会去点关联。然后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所谓的这个就是食物链的题目，因为它常常会有好几种生物，它们彼此之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水草啊，水草又被谁吃了这样子 ，OK， 不是那个水草会吃大鱼之类的概念 ，OK 好，所以这种地方它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也会特别去写逻辑链。然后第3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推论题，好，那推论题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些零碎的资讯，问你说下面何者为真，或何者会是结论，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考古。我自己的习惯是考古，好，考古题、食物链。好，还有所谓的这个推论题，好 ，must be true 或 infer 或者是draw conclusion 的题目，我如果看文章看到一半，我会发现资讯有点多的话，我会特别把逻辑链写出来，不然对于大部分题目来说，逻辑链都是我在考试前做，但是我在心里面在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到训练把它放在心里面放了就可以了，这样子。OK， 希望这样回答到你的问题。好，就是第一个，根据你的这个做逻辑的状况。来判断你需不需要写逻辑链。那就算要写，你要记得慢慢，你的最后的目标是要让逻辑链放在心里面。然后最后是在考试的时候，只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我们会针对这些题目把逻辑链写出来，帮助我们的做题这样的概念。好，希望我这样回答够完整，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我看一下，好，那李同学，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了。好，那等一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欢迎直接提出来，好不好 ？OK， 好，就是它越多问题越热闹，没有关系，这样子。好，那。我今天买了8G， 你知道吗？我这个就是因为那个 hotel 的网络对不对？就是这次 hotel 网络不太好 ，OK， 所以呢，我就另外买了这个 AIS， 就是东南亚这边最大的这个电信集团 AIS， 它的这个4G 的网络，然后买最快的速度，好，24小时就是吃到饱，然后8G， 好，等一下不是吃到饱，是有流量的8G。好，但我希望啊，我们流量不会用爆，好，用爆没关系，我再充，好不好 ？OK， 好，所以大家就尽量问，好，来，再来，认真总结的话，by the way， 刚刚我是不是没有？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刚刚是不是没有揭晓那个 run 的这个家教费用是多少1个小时，对不对 ？OK， 我刚刚还没有揭晓这个答案，好，这个答案，好，各位，刚刚有人猜是300，有人猜1200，有人猜1000。好，我来揭晓答案了。好 ，Run 的家教费用在545 USD。OK， 好，就是545块美金。也就是说，我靠，人家1个小时做，对不对？就能够住君悦，住Hyatt，好，或者是住 Kempinski， 好，就是曼谷这边有一间很有名的饭店，就是新开的这个5星级饭店集团饭店叫 Kempinski， 在 Siam 的后面这样子。好，他可以住最高级的饭店，1个小时就可以住1个晚上这样子。好，对，好，那就是没有办法，人家是800分的男人嘛，我只是梦过800分的男人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没有关系。好，那我也希望我能够慢慢精进我的能力，因为毕竟就是每人都要自己精进自己的能力啊，这样子。OK， 好，那各位有兴趣可以搜寻 Run 空格私教，然后去看那篇帖子，那个帖子很有趣啊，他就说，其实我给Run私教2个小时，然后我们都没有讲解题技巧，我们也没有讲题目，我们都在讲一些这个什么，就是做题的观念，就是那个就是生活现在就是把学员媒体套用在生活中的这个观念的调整这样子，我觉得他讲很有趣。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 Run 真的是这样教学的话，那我是蛮认同的。好，因为呢，就是我自己也不喜欢讲考试技巧，我自己也不喜欢针对题目一直讲。其实我自己真的喜欢是让你知道 GMAT 为什么要考这个，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然后呢，你能够从这样，你能够把自己平常生活中的逻辑转换到拿来做题用的逻辑。OK，我最喜欢玩的是，就是喜欢做的是这件事情，好，而不是教你考试技巧，我比较喜欢教你训练的模式这样子。好，对，那还有逻辑的能力，好，所以有跟同学你应该知道，我在跟你就是那时候咨询的时候，我在一直传达给你的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站在这个考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站在生活中的角度来看，而且我们要站在出题者他为什么要考你这个的角度来看。好，那如果 Ron 真的是这样教的话，我个人觉得我还蛮认同的这样子。好，那我也想要哪一天偷偷去，好，整个$1000然后去给他上2个小时的课这样子。OK， 好，不过听说了他的课已经排满到明年了这样子。好，所以好吧，只能说就是顶金字塔顶端的鲨鱼这样子。OK， 好，那我自己也要慢慢来加强，我希望我那个能力跟就是我的经验跟 Ron 一样这样子。OK， 好，来。我现在接下来继续看后面这个就是问题好不好 ？OK， 好，那我看一下好，时间表上下午刷题的时间真的刷不到那么多，对啊，认真总结的话，SC 5到4要10道就很够了我都没有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当时在真的总结很认真的时候，对不对？我其实 SC 可能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只能总结1道题而已，真的好。重点不在做题量，我知道你心里面会因为你今天可能只1个小时只做了2题或者是1题，你会觉得心慌慌，你会觉得不够扎实，你会觉得我看大家都是做了1000行刷万题，那为什么今天我只做了1、2题，这样真的可以吗 ？OK， 我知道你心里面在想的是这些事情，但是你要相信到事情的话 ，OK， 好，就是你在扎实总结完成之前，你去拼那个训练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OK， 好，就是你宁愿花1个小时时间总结1题，但是你为了这1题，你去翻了100多题，可能80到100题其他的官方题目，然后把这一题跟这一题相像的所有的设计模式的所有的题目都找出来归纳，好，也不要只是花这段时间去刷了50、60题或70、80题，好。因为你在刷的时候，你的思维模式是不会改变的，你也不会看清楚说这个题目跟别的题目相似性在哪里，你更不会去想出题者为什么要考你这个东西。OK， 好，所以就是请你记得，刷题真的不能解决问题。好，我一定要跟大家破除2个迷思。第一个，刷多题就会考高分。好，第二个，模考拿来控制时间，这是我最喜欢跟大家分享2个迷思。好，刷多题是不能考高分的。然后模考是不能控制时间的 ，OK， 好，模考能让你发现自己没有时间，但它不能帮你控制时间 ，OK， 好，来，那 anyway，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就是哇，太好了，后面的这个题目后面这个题目一连串就喷出来这样子，好，各位如果你有新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发问，好不好 ？OK， 好，我顺便来嘴一下好了，好，希望就是我在直播里面我其实很少去嘴什么东西 ，OK， 或者是干够什么的。虽然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听这个东西，好，就是我就看嘛，我就看 Ron 这个价格对不对？就是他收多少？他收刚刚讲$525嘛，大概换算台币大概是15000左右。好，最近可能美洲贸易战，所以导致这个美元的这个汇率又有调降对不对？好，那对，那我就好奇一下，大陆那边的私教是多少？好，我就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哇靠，这个价格真的是眼花缭乱了就是随便一个机构都可以给你开这个1个小时1200人民币到1500，甚至还有2000。我看过最高的是那个某个机构，它可能是1个小时1680人民币。OK， 好，就是1对1的私教这样子。好，我理解大家都很忙，然后我理解就是这个时间成本的概念没有错啦，好，然后但是就是1680这个也太夸张了吧，真的有人付这个钱吗？对不对？好，当然啦，如果真的教的有价值的话，1680还是可以出得起啊，还是可以 OK 的啦。只是我想说，哇靠，那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吧，我不讲太多了，就是讲太多要干够了，好，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价格非常不透明，好，就是有一些机构可能它价格又很贵，
但它的消费品质也不一定是好的。甚至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啊，我最看不起的哪些，我最看不起的机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今天你教的人你没有考过这个考试，你凭什么教？OK，好，就是你今天你要教这个考试，你至少也要跟大家一起当过考生嘛，对不对？OK，好，你不要说只是拿了一个这个中心你以前老师所研发这个统一的这个教材，好，拿了一个统一的教材就来给大家教书，然后就是你只是个复读机而已。好，那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我自己觉得是应该要自己先考过。好，考过不是说要证明自己考到高分或怎么样，至少你是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中，你才会知道说你的就是 client 好，他们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痛苦，你才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来帮他们想解决方案这样子。OK， 好，那就发现说现在很多机构好像他们是为了要多增加老师，就是人力不足啦，好，就是有师资不足。所以就发现他们可能收了一些英语教育毕业的硕士，好，或者是留个美回来的，留洋回来的，他并没有考过这个考试，好，比如说教托福也可以来考，也可以来教 GMAT， 好，教就是 GRE 的也可以来教 GMAT， 我实在是看不太懂这样子 ，OK， 好，对吧？那反正水很深啦，好，然后我也知道病急就会乱投医啊，这样子，好，对，但是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啊，你找什么样的老师，真的，不是什么重点。OK， 好，重点在于说你自己有没有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OK，好，就是，如果你有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的话，对不对？好，其实是老师说，你就算不用找任何的家教或老师，其实你可以慢慢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子。好，甚至比如说你今天稍微思考下你自己的问题之后，你上我的这个 blog。去找资源，你也可以很快找到就是方法来调整这样子，好，不需要说找老师不一定比较快啦，这样子，OK， 对对对，好，那直播界面如果有找过1对1的同学的话，也欢迎你们来就在那边分享你们遇过奇怪的事情啊，或者是遇过什么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这样子，OK， 好，对啊，就是大家来随便乱讲，好，这样的概念，OK， 好，来那。我看一下哦。好，下面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转到这个关于 HU 同学的问题哦，就是刚刚上面胡同学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刚刚讲说 RC 不知道怎么检讨嘛，对啊对啊，就是我这篇文章里面其实已经有放了这个 RC 关于选项可以该怎么检讨方法这样子。OK， 好，那么你可以看到我到时的方法都有个特色，好，就是各位现在应该可以在 blog 上看到到时你对大量题目的这个自修的。或者是准备上的示范检讨影片，你就会发现我的检讨影片有个特色，就是我的重点，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我的特色就是说，我的检讨不是只是为了这一题，我是为了下一题。好，就是我的检讨的目的是为了要把这个背后的核心的观念找到，好，而不只是把现在这个题目的内容解释完而已，这样子。OK， 好，对，那很好，就是多做一步的是去想说。为什么这个推理是错的？你不是想故事，这个逻辑陷阱是什么样类型的逻辑陷阱？好，对，就是可以举一反三。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今天在 RC 里面，你看到文章里面写的是 some， 或者文章里面没有写任何东西，它只写的是 experts， 而选项里面突然写了一个 must， 或写了一个这个就是 generally。好，那你不能只是在这边想说哦 some 不等于 general，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在停留在字面上的阶段，你应该要想的是，这个在背后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原本只有一部分，它把它推成的是全部，它把它推成的是普遍，那你就要去举一反三去想说，如果今天是我来出题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出？自己去举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时候我在做检讨，我就会去看到文章里面什么都没有写，这边突然出现一个 general， 好，我就会去想说，那如果今天文章里面什么都没有写，或文章里面只写了 some， 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写一个 predominant， 这边写个 primary？在这边写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 prevailing， 好，是不是这样也可以出？好，你现在可以有自己的假说之后，你就开始去搜寻，用搜寻的功能。好，那当然搜寻功能你就可以搜寻题目了。好，不要问我说资料哪里找，好，网络上太多资源了。好，题库很多资源，你在网站上用线上做题，用线上题库网站也可以搜寻。你用下载回来的资料你也可以搜寻。好，所以不要再问我哪里找了这样子。OK， 去搜寻有没有刚刚你去猜测这些的考点出现。比如说像我就会去搜寻哪些题目哪些选项里面出现，好，比如说 primary， 比如说 prevailing， 好，比如说 dominant。好，然后我去观察一下它在这边的这个选项的错误是不是真的跟
回去文章对照，是不是真的跟我刚刚预测的错误选项设计类型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这时候我早发现另外一个题目出现了 prevailing， 然后我回去文章看，发现这个文章里面真的只有讲到它是一种观点，而不是大众的观点，而不是所谓的就是主流的观点。那我就知道说 ，OK，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基源媒体的共同设计的一个类型，就是他故意把文章里面并没有强调范围的资讯去做过度的扩张范围。好，那这个时候这个题材叫做我学会了 ，OK， 好，所以你要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当下去看这个故事对或错，而是你要去想说这个故事的逻辑哪里是错的，并且你要根据这个逻辑去想，如果我是出题者，我该怎么出，我会怎么出，然后再让自己的这个出题者可能会怎么出的想法去验证，去看是不是真的 GMT 是这样出的。好，这个过程虽然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可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你才有真的来思考。OK， 你要记住，在准备考试的路上，会浪费时间的步骤，我都会跟大家讲。好，你以为不浪费时间，其实都在浪费时间，什么意思？你以为刷题不浪费时间，其实我跟你讲，那是浪费时间。你以为模考不浪费时间，我跟你讲，那是浪费时间。就是你以为不浪费时间的点，我都会跟大家讲哪些是浪费时间的。可是你以为是浪费时间的这个刚刚讲的一个深入检讨，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反而是可以让你最快进步的。OK， 好，因为时间怎么样还不叫做浪费，是你的时间不要花在做题上面太多。高手都只有1成的时间在做题，高手有90成的时间都在做思考跟对照。好，高手只有1成的时间是把自己放在做题者的角度去解题。但是有90成的时间都是做完题目之后，把自己放在出题者的角度去想哪2个题目。如果是出题者的话，我的出题模式是一样的。好，请各位记住，这是今日名言。OK， 好，今日名言就是高手只有1成的时间在做题，90成的时间在思考跟归纳题目。OK， 好，来，那再来就是我看一下，对，就是对，没错。好，我们在做翻译，我们在做这个阅读能力的训练的时候，对不对？好，我们在做翻译文章之后，我们每一段话是可以串成一个小文章的，没错。好，这个就是关键。好，你做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看我们前面做的每一段的资讯是不是连贯的。如果不连贯，代表你的理解有问题，代表你的理解是片段的，或者你把不是重点你抓成重点，或者把重点漏掉了。好，对，这个是关键。没有错 ，OK， 好，就是一定要连贯，如果不能连贯的话，代表你的理解有问题 ，OK， 好，所以你就要回去说2修3修的这个检讨，好，来，那再来，各位有问题可以再继续在这边提出哦 ，OK， 好，对，那就是跟大家，如果各位在看直播的同学，你有同学寄信给 Dustin 询问这个咨询或者是询问问题的，先跟你们说一声抱歉，这样子。好，因为最近实在是比较时间安排比较紧迫一点，就是包括我自己会来这边闭关，其实也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教学研究要做。好，就是我要改版既有的课程。好，就是现在手上的专班我正在做，我这几天就紧锣密鼓的改版这样子。好了，还有就是有新的 project， 好，就是等一下我跟大家大概稍微讲一下，好，接下来准备要推出了 ，OK， 新的这个教学计划，然后还有就是现有的课务 ，OK， 还有就是已经安排了这个资讯，好，所以呢这段时间到事情其实比较忙，还有基金基金更新要做，好，所以到事情这段时间比较忙一点，所以可能回信的时间会比较慢，好，所以请各位的多体谅这样子，好，就是如果你有基金过来问咨询或问问题的话，好，我的回信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这样子。OK，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来就是即兴来安排咨询的话，可能我的时间已经要排到2月份了，这样子。OK， 好，所以如果赶不上你的申请的话，我必须要说非常的抱歉。OK， 非常的抱歉，这样子。好，突然想到了，好了，抱歉结束，我们继续迎向阳光。OK， 好by the way，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看一下哦，下一次直播是12月27号，好不好？好，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 mark 下来？12月27号的直播，好，当然我们这个直播现在还没有要结束啦，好，下次直播是12月27号，跟大家宣布一下，好，但当然现在不要等到12月27号，你现在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过来问 ，OK， 好，那我们继续把这个直播继续开下去，做下去，做好做满这样子，好，好，下一个问题，来，这个。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好，来，
Dustin 老师，我发现我在总结 NC 的时候，仅仅是对照 OG 解释进行对照自己分析每个选项解释思维差异点，这样对不对呢？OK， 好，不能只是对照 OG 的解释啊，对不对？不能只是对照 OG 的解释。OK， 你要记住，高手考试的时候看到题目，他想的不是哪一条规则。高手考试的时候看到题目，是去想到跟这一题设计类似的其他题目 ，OK？ 所以你的检讨、你的总结 NC 绝对不是去对照过去的解释，好，那个是旧的方法，现在最新的方法不是这个方法 ，OK？ 我们这边都是有继续做前沿技术追踪嘛，哇 ，OK？ 好，那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什么？你要去大量的去翻找其他题目，好，翻找其他官方题目去想。这里我眼前看到这个差异点，跟其他哪一道题目的差异点是最像的 ？OK， 好，然后再来才是去看 OG 的解释。然后在看 OG 的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是要想的，不是说他解释你看懂了没有，而是想说这个解释能不能够同时去解掉你眼前的这2道题目。OK， 好，解释看懂这道题的解释，这个是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做总结的要求。我们总结要求的是，你要找到这一道考点的亲兄弟，好，也就是每一道考点都至少要找到2道题目是考这个考点的，而且你要确定自己能够用同一套观念去解这2道题目，好，这样才是重点。好，所以这边是我给你的建议。OK， 好，那这部分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实践最好的人是那个谁？是刚刚那个邓同学。好，你可以问他。OK， 好，邓同学，来，我呼唤你了。好，希望你还在，没有睡着这样子。好，我知道你考完试之后应该都很想睡觉这样子。好，对啊，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那时候在做阅读训，对不对？在做这个 NC 这个对照题目的时候，好，就是90%的时间在对照题目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好，你有什么样的就是美美嘎嘎啊？就是台语叫美美嘎嘎，它就是所谓的美角，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诀窍？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能够在茫茫题海中比较快速的找到跟这个题目、这个考点相似的类似的题目？好，拜托你啦，这样子，你跟大家分享一下。OK， 好。对啊，参考很多题目，基本上哈，就是我自己啊，有时候为了一个考点，我都会去找30几题，你知道吗？好，有为了一个考点可以去找30几题，直到我找到那题亲兄弟。OK， 所以那一个题目如果有6个差异点的话，我可能就会找120几题，看120几题。好，一开始很慢，好，但是呢，到后来就是慢慢就会变快。OK， 就是因为你看过很多遍了嘛，对不对？好，那你要记得哦，就是说，来讲仔细一点，讲仔细一点。什么叫关键词搜索？对，对你跟我想的一样。好，诀窍就是关键词搜索没有错。比如说今天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知道说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是考因果关系的用法，我可能就会去去想一些跟因果关系有关关键字，比如说 because， 比如说这个 lead to， 好，比如说 as result of， 然后我去搜索正确句，去看哪些正确句里面出现这样的逻辑关系，然后我再去看。用这些正确句子把这个原题找出来，好，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原题找出来，然后去看原题是不是这样设计的，这样子 ，OK， 好，然后对，那邓同学你可以讲的再清楚一点，这样子应该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啦。好，这就是关键搜索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件方法 ，OK， 好，那 OK，嘿，卡里好，翻找题目主要是针对全题还是某个选项？当然是针对这个题目的每一个差异点啊，好，注意哦，是所有题目，不管你是写正确的或写错误的，你都要检讨。再来，所有题目里面5个选项你都要检讨。好，再来，每一个选项里面跟别的选项有差异点都要检讨。所以这个题目，也许你刚刚发现你可能做对了，你还是要检讨；也许你刚刚发现你做对是用2个点解，好，用2个差异点解，你这时候还是要去把所有的差异点都找出来。所以我在做总结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说，我明明这一题明明就是很简单的这个3-2结构，然后我2步就解掉了，但我检讨的时候，我就会把所有差异点找出来，我发现这个题目原来除了我刚刚会的2个点之外，还有我不敢碰的，以及我不确定或者不知道刚刚没有看出来的，可能最后总共加起来有6个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针对那个4个不知道的点，去分别把这4组差异点，它在考什么，跟它相似的考法有哪些题目里面的，比如说第一题的 A 跟 Do 选项，好，在尾巴的地方差异在于
一个是写的一个，譬如说哈，一个是写的名词，一个是写的子句。OK， 好，然后呢，另外一题第20题的什么 C 跟 E 选项，它的差异点跟这边也是一样。好，这边一个是名词，然后一个也是子句。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去看 OG 的解释，或者是去看其他的解释，好，或者看网络上解释。OK， 好，但注意哦，看解释不是你的第一步，你第一步应该是要先自己想这边的差异到底是在考什么东西，是文法，是语义合不合理，是语义清不清晰，还是写法好坏 ？OK， 好，只有在你想到三穷，你想到每个假说都要去验证。OK， 好，就要去验证说你能不能用这个解释来去，你能不能用你想到这个观念来解释这2道题目。好，如果你只能解释其中一道，就是不是，那就是错的冲向。OK， 只有你在想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参照网络上解释或 OG 的解释。但你要记住，你参照网络上解释或者是做 OG 去参照 OG 解释的时候，对不对？哦，你也不能说看完就好了。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一样，你去看网络上解释或 OG 解释的时候，你一样看完他的解释，你要回来去确定他的解释可以能够让你解掉这2个相似的亲兄弟。好的，比如说第一题的 A 跟 D， 第2题的 C 跟 E， 好，它能够让你同时解掉这2题，不会有矛盾，那个才是真正的观念。OK， 好，所以简单来讲啊，就是翻找题目，对不对？它不是以题为单位，好，不是以选项的单位，而是以如果 SC 的话，就是以差异点为单位。OK， 就是以差异点为单位。所以 SC 可能一个题目有5个选项，这5个选项可能彼此之间都有差异，所以加起来可能会有7到8个差异。好，也许 OK， 好，有一些中场题目就有7到8个差异。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这7到8个差异，各找一组在别的题目出现的差异是跟它是同样的考法的。OK， 好，把它做归纳。好，这样的概念。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解释的清楚？好，如果解释不清楚，可以跟我讲，好不好？好，有想要追问，也可以跟直接发问了，好不好 ？OK， 好，来，先休息一下。好，来，各位，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的部分呢，这个 ESR 里面 SC 的这个 communication 比 grammar 还高，什么状况？什么真的没什么状况，就是你 grammar 很强啊，就是你文法部分对不对？文法跟惯用语你很强 ，but 你的语义合不合理？就是我在我的那个在我的 blog 上面对不对？我有讲说考点是有分层级嘛，对不对？好，就是语义合不合理，然后呢语义明不明确，然后呢还有就是写法的冗长精简，这些东西都是属于 communication 这个层级的，这个大分类的。OK， 那疑点跟所谓的这个 grammar 属于 grammar 这个分类的。好，所以如果 communication 比 grammar 还高的话，对不对？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文法基础太差了，这样子。OK， 好，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是要回去加强就是句子结构啊，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上 A2GMAT 的培训班的话，我会建议你把那个培训班的 A 本拿来每个礼拜重新复习，因为那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自修考生的话，你应该去做正确句子的训练。好，我们在直播的一开始有去讲到正确句子该怎么训练。OK， 你可以等一下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去看回放，我们一开始到时你就讲到说正确句子怎么去训练这样子。OK， 好，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对句子里面每一个结构都要了然于胸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子你的 grammar 才会变得往上拉升这样子。OK， 好，所以然后大概就是这2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是培训班同学复习 A 本，好，那如果今天你是自修的话，你应该是去做正确句子的训练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还有第3个建议，就是考试的时候不要乱碰自己不熟的惯用语啊，不要乱碰没有看过的生难字跟惯用语，这个在我的 YouTube 上面对不对？我的 YouTube 上面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公开课，叫做5种让你觉得实战好难的这个设计模式。OK， 5种让你觉得实战好难的这个 SC 设计模式。然后里面我的有2个点，就是讲到你遇到生难字的时候你是不能碰的，你遇到罕见惯用语的时候你是不能碰的。好，那很多人 grammar D 是因为他碰了这些不该碰的点。他碰了这些假考点 ，OK， 好，所以你也要小心在考试中做题上，你也尽量不要去碰那些平常做一般官方题目没有看过的生难字跟惯用语。好，不要用你自己的过去的背景知识做判断，因为 GMAT 它的要求会比外面的一般的英文更严格，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以前写作的怎么用会比较顺或比较好，没有这种事情。OK， 好，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好，邓同学，你这边有举了一个刚刚讲说这个就是加强搜索的例子，很好，非常好，就是确认考你平行了，那就用这个 and not only but also 就是你只要确定说，你只要觉得说他可能在考什么，你要心里面有个假说，对不对？好，你心里面要先有一个假说说，哦，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在考什么，比如说我觉得他考平衡，那我就会按照用平衡关键字去搜索可能相关的，我会搜索正确的句子，然后去看哪些正确句子是有平衡的这个结构的。那我再去看这些句子之间平衡是怎么考的。好，比如说我觉得他在考代名词 pronoun，我就用代名词来搜索，比如说用 it， 用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叫怎么讲？好，them 啊，好，或者是 those that 来搜索，然后去把所有有关代名词的这个就是正确句子都找出来，然后去看用这些正确句子去找原句，去找原题，看这个原题里面它是怎么考，它的相对选项是怎么设计差异的。然后再去思考说它背后到底为什么这个对这个错，它是文法错误，还是语义不合理，还是语义不清晰，还是只是好坏问题，然后还是所谓的农场精简，还是所谓的那个就是假考点。好，所以就是你要先有个假说，然后再去想有哪些关键字可以帮助你去找到这个范围的题目。好，然后再把这些范围题目拿出来，正确句子拿出来对照，然后再去看他们的原题的相对选项怎么设计，这样子。OK， 好，应该是这样的概念。然后呢，再来好，就是下一个点，好，这个陈同学这样子，好，你丢了一个题目给我，好，然后呢，但是我不会回答你，OK，好，这个就是你应该知道是，不知道你知道是为什么，OK，好，原因是因为我在我的 blog 上，好，以及我在我的YouTube 上面，我多次的强调说，到此也在跟大家讨论问题的准则是这样子的，好，就是说不希望你问的是开放式的问题，好，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吗，人的这辈子，钱都可以再赚，什么东西都可以再回来，只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再回来，就是时间，好，所以我们要确保时间这个最有价值的通货不会被浪费掉。OK， 好，我们会希望两边都有足够的准备。什么意思呢？希望你能够确实的告诉我说，你这个问题确切的问题在哪里？你这个题目确切的问题在哪？你选哪个选项？然后呢，背后你选哪个选项？然后你答案是另外一个选项，那你觉得，那你要先想说，你觉得另外一个选项为什么是对的？好，你要跟我讲，你要跟我带着答案来问问题，你不要带着一个非常空泛的资讯来问问题。OK， 好，就是所以这个问题不好意思，我今天先不回答。好像不是，也不是今天先不回答，你先把它补正好不好 ？OK 好，就是先把你的问题变得具体，变得完整了，变得负责任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回答这样子。OK 好，是清晰的哦。等一下你补回来的问题一定要是个具体的问题。好，这个题目哪一个选项哪一个点？好，你是这样觉得，然后再来，你觉得为什么正确选项会是正确选项？你觉得应该有什么可能？你要把你的疑问以及你认为你认为这个疑问会怎么被解答，都要讲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跟你讲你的想法是对还是错。这种时候，当这样我们两边才要付出同样的努力嘛，对不对？好，那这样子我们两边才会就是在讨论的过程中还会变得更顺畅这样子。好，所以不好意思啊，这个丢出来的问题我就先不会回答喽，等一下你补完之后我们再回答，好不好？好，然后。Robin 好说换地方直播啊，没有换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曼谷啊，对不对？好，就是我第二个家这样子。OK，哦，以前上次是我在台北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是在曼谷这样子。OK，好，那一样是这个一个晚上600块的这个饭店这样子。OK，好，而且你知道吗？600还不错哈。如果你跟我来曼谷的话，你也不用去住市中心，你就住这个站叫公通布利，好，就是。BTS 在跨了一条河之后，好，就有一个就是一站这样子，就很像我们台北，就是你跨了一条河到三重去，住三重那个第一站这样子。OK， 好，那这个价格就会变得比较便宜，而且交通也很方便。我这边走到捷运站，走到 BTS 大概只要3-4分钟吧，这样子。好，对吧？所以没有换地方啊，就是这是以后会来回直播，就是我在台湾也会直播，然后我在就是国外也会直播这样子。好，基本上我就是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讲这直播的目的是什么嘛，就是为了能够因为我助教时间实体减少了嘛，对不对？但我还是希望跟大家多接触，多回答问题，所以才开这个直播这样子。OK， 好，对啊，所以。以后各个地方都会看到我的直播，好，以后在海边直播好不好？好，我下次就去海边帕塔亚直播可以吗？我让看看红灯区长什么样子。OK， 好，虽然我自己不会去，好，不要想太多。Dustin 一个人去那么多次泰国，不是做怪怪的事情，好，也没有得奇怪的病，也没有下降头，也没有被变性。OK， 好，来那个好，
对，那吴同学希望你能够顺利的，就是把这个方法换掉，OK，好，就是调整方法，提醒你新的方法会有一段阵痛期，OK，阵痛期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做的题目大量的减少，你思考时间大量的变长，你撞墙时间会大量的变长，但我要提醒你，就是这才是正确的准备方式。好，我们以前刷题就像是吃寿司，要怎么讲？很像是吃寿司一样，就是你会觉得当下会有饱足感，但你后面很容易饿。OK，好，我们现在要吃真正的东西。OK，我们今天要一步一步来。好，我们应该要是慢慢打底这样子。OK，好，那所以会先提醒你有阵痛期哦。OK，好，来，那再来就是语义应该怎么提高呢？嗯。这个问题有点大，你知道吗？OK，这个是大灾问号，所以我一样就是要请你把这个问题再继续变得更确切的之后，好，我们再继续讨论这样子。好，因为语义要怎么提高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大。好，当然我可以跟你先讲一些就是比较原则性啊。第一个就是阅读能力要加强，OK，好，阅读能力要加强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做题流程上，你的 SC 应该是要以先读一遍原句的意思为出发点，OK，好，并且去观察原句的这个，你读原句的意思，你不应该是说就是去把每个字都搞清楚，不是哦，SC 不需要去细读，重点是你读原句的时候去稍微知道它原句的逻辑关系，它是一个说明的关系，它是一个比较的关系，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它是一个时间或递进的关系，你要先知道，先大概心里有这个认识，OK，好，然后再来，然后再来就是语义要提高的部分的话，还有就是刚刚讲前面我们直播一开始讲做正确句子的分析这样子，OK，好，那当然这些东西是自修你可以做的，好，那我自己给我同学的建议是说，如果语义想要提高的话，基本上是我这边有设计一个那个 NC 专班这样子，好，那因为直播的关系，我不想做太多的推销，OK，好，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们 A2Gman 的这个社团上面，或者是在A2Gman 的官方网页上面，好，你可以看到 SC 专班的介绍，好，那基本上它就是专门针对高难度就是 SC V34 那个 level， 就是那个 scale score 34以上的高难度的题目，好，它会出的语义的考法，还有它的陷阱去做就是完整的剖析这样子。OK， 好，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用这个班来加强这样子。好，但如果你自己想要先用自己的力量加强这样的语义的话，就会先提醒你，就是做我们前面讲到正确句的训练。好，然后还有就是加强阅读能力，然后还有就是在做题上一定要一开始先去搞懂原句的逻辑关系。OK， 好，不要先去看选项，你要先把原句先稍微过一遍，先知道这个句子它想强调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样子。好，对，所以就是做题上不要从规则，不要从文法，不要说从就是细部哪些字可以用，哪些字不能用出发，要先从这个句子逻辑上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出发，这样子。你会发现，告诉你的就是我现在看这个镜子，不是镜子，我现在看这个直播，发现自己面目可憎，对不对？好，就是头发变越来越长了。OK， 好，我可能下面回台湾我都剪个头发，你知道吗？就是头发越来越长了，没有什么时间去剪。好，有点热。OK， 那好，那再来就是好，那陈同学，那欢迎来找我咨询这样子，OK，好，那就是如果你是就是 A2Gman 这个助教时间的话，对不对？那就是要按照那个就是我在网络上放这个时间，而且它的规定，还有我的助教时间是要事先预约的这样子，OK，就是我会在2到3天之前，我会把预约的链接就是抛在那个 A2Gman 社团里面的，到时候再麻烦你按照规定来预约了，好不好？OK，好，来，那再来，好，下一个Hikari， 好，同学这样子，好，来，那当然好，希望刚刚前面那个问题有解决到，有回答到你这样子，好，那现在你把这个问题延伸了，变成说，那如果对于 CR 和 RC 检讨也是用这种方法吗？找差异点嘛？可是你要想一件事哦，SC 是差异点，因为它是 correction 嘛，它是修改嘛。可是 CR 跟 RC 还有没有什么差异，对不对？对吧？那个就是逻辑，对不对？好，所以。CR 跟 RC 的单位就不太一样了，就不是差异点了。OK， 好，CR 的单位是什么呢？主要是3个，第一个叫做文章的行文逻辑，比如它是类比，它是样本推母题，好，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当然我这边讲什么专有名词不重要。OK， 好，那我这边讲什么专有名词不重要。好，然后呢，就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说。
你能不能找到类似的题目，这才是重点。OK， 好，这样的概念。然后再来就是 CR 的第二个单位是什么呢？CR 的第二个单位叫做正确答案它的走向。比如说它这个地方是他音，它这个地方是因果的倒反，它这个地方是说样本没有代表性。好，但是我这边讲什么专有名词不重要，重点是你一定要去找到另外跟它一样设计的逻辑。OK， 好，所以我用了什么？比如说我的词是用因果倒反，还是用因果导致，还是用导因为果，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为了这个观念去找到另外一道相似的题目，或另外一个相似的选项跟文章的关系，也是这个关系。OK， 这是第二个单位叫正确选项想的型的这个模式。第三个单位叫错误选项的类型，好，或者是干扰选项的类型。好，就是这个时候你也要去找到类似的干扰选项的设计模式，这样子。好，所以 CR， 所以SC 的单位是差异点，那 CR 的单位就是刚刚讲的行问逻辑。好，然后还有就是正确选项的走向跟处理错误选项的模式，错误选项的这个就是逻辑错误，你都要找到类似的其他类似的题目或类似的选项，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RC 的地方。单位基本上就会是什么？就会是文章的架构。好，你要找到相似文章的结构。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题目的就是错误答案。好，就是没有应该说混淆选项。好，就是干扰选，就是二选一你会选错，不是那种废选项哦，不是说是那种就是完全没有出现，那就不用检讨了。OK 哦，好，废选项，好，就是指的是那种就是连二选一会选错那种，就是细节干扰项。好，我们要去总结。好，我们要去找到类似设计的这个干扰项。OK， 类似的逻辑错误。好，所以简单来说，好，总结一下对你问题的回答。好 ，SC 的单位是差异点 ，CR 的单位是行文逻辑，然后呢，正确选项的方向跟错误选项混淆选项的模式。那 RC 的单位则是文章的结构。好，以及什么？以及混淆选项干扰项的逻辑错误。OK， 好，这样的概念。好，这边应该希望你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精神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以这个为单位，一定要至少找到一题跟这一个地方设计模式一样的题目或选项。OK， 好，来，那再来，就是每天持续总结跟复习培训班讲义觉得时间不够用了，不知道阅读训练是否要继续？要继续啊！好，对，那个一定要继续。好，基本上如果你自己应该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不确定要不要继续，你可以先考一次。OK， 好。如果你考完这次之后发现你的 verbal 的分数在28分以下，好，28分以下，我会劝你一定要阅读训练，一定要把阅读训练放接下来你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至少1/3的时间，每天的1/3的时间。好，我自己。如果让我重来一次 ，OK， 好，当然我那时候我自己是没有用讲，我是自修啦，这样子，好。但是如果要让我重来一次，我一定会把阅读训练的时间加大 ，OK， 好，阅读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好，就是除非你是 ABC， 好，或者是在美国曾经住过5到10年以上，曾经读过一个学位这样子，不然我都会建议你一定要不能放弃阅读训练，好，阅读训练是抗生素，是救命丹，好，所以我会建议你你宁愿就是把总结的题数变少，你宁愿把复习讲义的这个时间变少，你也不要放弃阅读训练，好不好 ？OK， 好，你其实也可以放弃看看了，好，不过你就可以看，你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现在先不要动，然后呢之后考完试之后分数怎么样？但如果你之后考完试之后分数在28分以下 ，V 在28分以下的话，那你就要记得一定要回来重做，好不好 ？OK， 好，来，然后再来呢就是RC 专班10月跟12月份的课程相比会改吗？应该不改的不太大，这样子。好，所以如果1月初考试可以买10月课，可以啊，改的应该不会改超过1%啦。好，对，我目前还没有改，但不会改超过1%，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就是你10月份的这个课程还是可以，就是可以直接套用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子。OK， 好，所以就是不用担心。OK， 还是可以先用10月份的课程。然后再来，谢谢你在那边帮我广告 ，OK， 谢谢你帮我业配这样子。好 ，CR 跟 SC 的专班，就是也是我非常应该说
应该说 SC 专班是我最得意的作品，这样子。好，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大家都说什么 RC 专班最厉害。好，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我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 SC 专班，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RC 专班还好，对，所以有点害羞。好，但我不好意思，连同学，我可以方便在这边问你一件事情吗？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你觉得 CL 专班跟 SC 专班有哪里帮助到你？因为我自己是很好奇，好，就是不是说在那边宣传啦，好，是我真的认真的很好奇，对我是想问你，因为我自己啊这几天我正在改版我的 CL 专班跟我的SC 专班，OK，好，正在慢慢的做一些修改，因为我每一期都几乎会去问同学的意见，问就是听的人的意见，然后会问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那像最近我就收集一些 CR 专班的意见，好啊，会去稍微去做一下接下来的改版，因为上次是第一期嘛，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是在用一个比较新的教学模式，所以不一定大家都能适应啊，我自己的时间掌控跟我的那个流程掌控也不一定要做到最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对我们 CR 专班有什么建议，或是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感受最深的，或是你接下来你觉得你对你自己的能力帮助比较大的，好，你可以直接在聊天这边跟我讲，好不好？好，我是认真想听到这个建议哦，不好意思。好，那当然你想要讲推荐也没有问题啦，就是让大家看，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对，好，那就先谢谢你了。好，来，那再来我们回来看，好，谢谢你刚刚就是那个你刚刚有提到这个问题，你说 A、B 选项中 if 后面的表达错在哪里？好，你选的是 B，OK，好，我看一下哦，好，你说后面的表达，你指的是他画红字的地方吗？好，不好意思，我眼睛比较烂一点。好，你指的是他画红字的地方，说他这个表达错在哪里吗？来看一下。Such as artistic talent or social skill are likely to be shaped by thousands, if not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 80,000 or so of the 80,000 of the soul of the genius in the human genome. OK，这个of 的啊，这个应该这样讲，这个点我会把它视为是假考点。OK，我会把它视为是假考点。为什么？因为虽然今天 A 选项你说 80,000 or so genus 这个地方逻辑上是没有问题，对吧？就是直接把数字后面加上一个名词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你说 B 选项这个 80,000 of genus 这个地方逻辑上也没有问题，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错，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 one of two of， 对吧？或者是我们说 tens of 好，什么 hundreds of 也是会把一个数字加上一个 of， 然后再加上名词。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我个人认为的 A 跟 B 在最后这个地方的差别，其实是不能判断的，就是两个你都不能说有明显的文法错误，或者是有明显的这个语义有问题，因为你语义上读得懂，都没什么差别嘛。然后文法上这两个你刚才之前都有看过，不管是数字直接加上名词前面，或者是数字加了 of 再加个名词，好，那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这边我考试的时候我最后地方会避开。那最后我判断你会回归到 A 跟 B 前面这个 likely to be shaped 跟 likely shaped 这个地方来判断。OK， 因为这边就很明显是在考你什么？考你的是固定搭配。好，这就是我们在讲成绩和讲到的绝对考题，叫常见的惯用语跟固定搭配。因为你会发现说，我们要怎么样区分哪些惯用语是可以解，哪些惯用语是不能解？就是你去回想你过去在做过其他官方题目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这个考点？你会发现 be likely to 跟 it is likely that 这种固定搭配是你在做其他官方题目很常遇到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点如果在考试中看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当做绝对考点解掉了，就不需要再去考虑后面的其他的差异点这样子。OK， 所以 A 跟 B 这个题目在实战上，好，我会避开后面这个就是 80,000 or so，跟 80,000 or so of the 会避开这个点不判断，因为我在考试上我会觉得文法上都对，语义上我都说得通。OK， 我会专注去解前面那个 likely to do something 跟 likely 后面直接加 VPP 这个地方，好，就是用固定搭配来解，当然答案是 A 没有错。OK， 好，那至于就是 wrong 的这个解释呢，就是这个解释对不对？好。Number of the plural noun more than number of these nouns。OK， 好，它的意思可能指的是说，今天你用的是8万 of genus，它想代表是群体里面又分出一群的子集合的概念。好，
意思就是说，它想代表是原本的什么？原本的这个基因可能有几十万个、20万、30万个。那今天这个8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它表达是其中一部分的集合概念。可是问题来了，在考试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作者的原意是想表达真的有8万个基因，还是他真的想表达的是所有基因里面其中只有8万个，对不对？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其实也不敢确定它是哪种意思嘛，因为两种意思好像都说得通嘛。所以就算有这样的差别，我也只会说考试的时候我会先避开。好，所以这边是我给你一些就是想法这样子。OK， 好，对，那你说 A、B 答案中 if 后面的表达，那你应该讲的是这个吧，对吧？OK，那我应该没有理解错误这样子。好，所以我会给你的就是想法是，我认为Ron 这边的解释我可以理解，可是问题是在实战上你不一定用得出来，对不对？好，所以我才会说，就是你这边我才会在之前跟大家强调，是说你就算网络上看到了，就算网络上看了 Ron 的解释，看其他人解释，你也不是看完就好了。好，你要去找到类似的题目。好像这个地方，我就会建议你的自己检讨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搜寻一下类似的题目有什么 of 数字 of， 你去可以用这些去搜寻什么数字 of 的这种写法，然后呢，去看别的题目是不是也有这样出。那真的，如果别的题目也有这样出的话，你才能够把这个点当做是一个点来判断。OK， 好，那我在我的印象里面啊，别的题目应该是没有这样出过，所以这个点我个人认为是假考点。OK， 好，但你可以大家去搜寻看看，就是故意去搜寻一下，先用 of 来搜寻，然后去看一下，当然 of 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好，或者是先用数字，你就1、2、3、4、5、6、7、8、9、10来搜寻这些句子。去看哪些句子里面它用到了数字加名词的用法，再去把这个数字加名词这个句子，把它的原题找出来，去看它的相对选项有没有故意这样出。比如说你搜寻了发现有某个选项是120个工人，120 workers， 然后再去找回来原题，就发现原题里面讲的，如果别的选项出现了120 of workers， 这个时候你再用 Ron 的解释去试试看，你能不能去判断这一题的语义是不是适合用120 of workers。然后最后判断的解答是不是跟最后的官方解答是一样的？如果你发现真的有另外一题也这样考，然后你也能够用 Ron 这个解释去去那个就是解掉另外一题这个同样设计方法的题目的话，这个时候还叫做你真的懂了。如果你发现没有题目这样考，或者是别的题目就算这样考，结果 Ron 的解释你没办法套用过去的话，这个时候就算 Ron 对了，你自己也是不会用。好，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他错了嘛。好，当然 Ron 我们不敢说他错，对不对？因为毕竟他是考了800分的神嘛。但问题是你在网上看到其他人解释，尤其是中文的解释，就很容易错。好，他就很容易是马后炮。OK， 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确定我们能够验证你能够用这个方法解到其他类似的题目，才代表说这个他的想法是对的。好，那就算如果不能解掉的话，就算他的想法是对的，你也不会用到，你也不会用，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你干脆不要学这样子。好，来那。希望这样解决掉你的问题。好，陈同学，好，不好意思，刚刚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刚刚一开始对你比较严厉。好，就是其实我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就是基本上我们会希望我们的讨论上是比较高效。你会发现，你只要给我的必要资讯之后，好，更详细的资讯之后，我回答会比你更多这样子。OK， 好，所以就是不好意思啊，刚刚这样子。OK， 那 anyway， 刚刚对你的回答就是说，这个点 Ron 讲的那样概念，虽然看似是合理的。好，可是我自己考试中应该是不会用到。OK， 好，然后不敢判断啦，这样子。好，然后我记得别的题目应该也没有这样考过。OK， 好，所以这个点就不要管它了，它可能是假考点。好，来，那再来就是下面这个这个题目，这个一直很想知道，到底在这样的高校工作者是如何有效率的分配时间在家人、朋友、工作、社交嗜好方面。我跟你讲，这个句子全部都错的，这个句子全部都错的。好。怎么说呢？第一个，好，不好意思，等一下各位，我先那个什么，就是好，刚刚那个系统就是我麦克风好像跟那个摄影机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样子，好，所以我调整了一下。OK， 好，来。哥，我们现在回来不要我们每次关了麦克风会掉粉嘛，对不对？大家怎么那么现实啊 ？OK， 好，没有要突然结束的意思 ，OK， 好，所以不要突然掉粉了，好，那我们再回来继续讲 ，OK， 那各位，我们现在继续讲就是那个下一个问题，好啊，
没有这个问题，刚刚同学我们要忽略的意思，好，就是其实你这个问题全部你们讲都是错的，其实我没有，第一个我没有高效，好，我没有高效，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效率蛮差的，OK，因为体力很差这样子，然后就是常常会不集中啊，常常会需要休息啊，好，然后我个人比较随性一点，所以我其实效率不高啦，对，然后再来那个分配时间哦，家人比较尴尬一点的是，其实我对家人没有分配很多时间，我大概2、3礼拜才回家一次这样子。对，虽然我家离我住的地方大概只有大概只有那个就是15分钟的这个捷运而已这样子。好，就是但是我好像有一阵子我出国的这个频率都比我回家频率高了这样子。好，所以我这个是比较尴尬的地方。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家里面又有养了一只猫这样子。好，养只美短，我们家是全部都是猫奴，你知道吗？倒是也是猫奴。好，之前养了一只虎斑猫，现在养了一只美短。好，然后很可爱哦，2个月而已哦，2个月而已哦。好，所以之后啊，对不对？之后可能会比较常回家，就是为了去带猫、照顾猫这样子。对，所以猫让我们家人又重新联系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朋友，我倒是也没朋友。哦，就像柯文哲一样，倒是也没有朋友，就是只有你们这样子。OK，真的很少，我真的很少朋友了。我数了出来常见面的朋友大概不到5个。OK，好，是很宅的这样子。对啊，我自己是以前都独来独往，所以就很少朋友。OK，然后什么社交嗜好没有啊？就因为没有朋友，所以没有社交啊。好，就是也没什么哦嗜好啊，嗜好就是做局面的研究。对，超他妈听着超宅，像铁道宅有没有？一生为了铁道，一生为了航空。好了，嗜好就是去国外自己一个人出国旅游这样子。好，这是我自己的嗜好。OK，那至于时间分配呢？那怎么讲？就是因为我的生活非常单一。OK，就是其实就是工作60%-70%吧。然后呢，出国旅游才工作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休闲也没什么休闲，其实老实说是蛮悲哀的。OK，对，那没有啦，我是已经把我的工作当成我的嗜好了，这应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就是说学你所爱，爱你所选，对不对？OK，好，所以那怎么分配啊？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可能问我是一个失败例子，因为我都是一个专注做事情的人，所以像那时候备考的时候就专注备考。好像我猜你可能问这个问题是想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去在职考上要怎么去备考嘛？可你问我就是个失败人，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分配时间这样子。好，对，是，对啊，我自己也很想学分配时间，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分配时间大师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嘛。不好意思，就是对我也想要知道怎么有效的分配时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时间管控蛮差的这样子。好，但是我觉得啦，分配给大家的时间我是一定不会少的。好，就是各位线上自修的同学们或者线上准备局面的同学们，我愿意把很多时间分到你们身上这样子，所以我会继续继续不断的去就是录制影片、视频教学，然后呢还要就是分享更多的文章跟更多的案例，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让我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能够换来更多人的准备考试的这个时间的缩短这样子。好，就是时间虽然是有限的，可是如果是有时间来传播知识、来分享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为整个社会省下更多的时间，这样是最好的。OK， 好，那 anyway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来CR 专班的话，你说就是提醒自己要主动思考，看起来就这样。你如果把这句话讲出来的话，对不对？对不对？好，这样好像感觉上我们 CR 专班就只有这个观念很重要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啊，那我知道了最重要的观念，我就不需要来上 CR 专班了？好，开玩笑啦。好，就是对啊，就是这个观念是进化的观念没有错，就是你不要被选项带跑，你不要被选项带跑。OK。好，你应该是要先有自己的想法去筛选选项。好，那当然我们在课堂上也有讲到更多，就是你要怎么样生出你自己的想法，要怎么样比这个出题者更聪明。OK，好，那希望你能够继续在准备上，能够把这些课堂上他们讲述的这些思考习惯活用。好，我们之前学了很多规则，学了很多套路，但现在我们要尝试的让自己用更自然的方式来思考。用套路不是不好，它能让你快速掌握绝缘媒体的一些简单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商学院希望你要做的思考习惯。OK， 好，所以希望你能够主动去思考，练习主动思考，能够思考的完整，好，思考的全面，这是最好的。OK， 好，然后再来，那个
Dustin 想知道用 Dustin 的方法总结完 OG 之后就可以做这个教育的模考吗？好，不太想盲目刷题。哦，我跟你讲好了，总结完 OG 对不对？可能会花你你总结完 OG 之后可能会花你蛮多时间的这样子，对不对？对啊，就是对啊，你总结完 OG 之后，你可以开始做 PP 的模考啦，先做 PP 的模考嘛，然后再做PP 题目的这个系统性的练习。好，我通常会建议啊，就是总结完 OG 之后的第二步，就是你就是先做 PP 的模考，然后 PP 模考做完之后就开始 PP 就慢慢的开始把做5题10题的这种就是逐步的这个加重的训练。好，不是刷题，只是这个时候变成从你以前一题一题的检讨，变成说可能一次写个5题，一次写个10题，再一起检讨。OK， 好。然后最后到考前，我会建议考前1个礼拜去做 G到 D 的模考就可以了。我自己的建议是这样子啊。OK， 好，我自己的建议是，模考本身并不是重点。好，我在上次的直播里，我记得有跟大家讲过嘛，对不对？就是说，那个一个人的这个做题的速度快慢跟模考是没什么关联的，是跟阅读能力、跟解题流程，还有对他总结认真的程度，就是总结确实的程度，他能够联想到什么类似的题目。好。这个能力是有关联的。好，所以我会建议的是总结完 OG 之后，你可以先做 PP 的模考，再来就去做这个再来就去做 PP 的这个题目的练习。只是这个时候题目就变不是一题一题，而是慢慢的一次做5题，一次做10题，然后再回来检讨。OK， 然后再就是到考前1个礼拜去做 G到 B 的模考就可以了。但我提醒你。不要赶时间 ，OK， 好，就是说总结 OG 这个东西可能会蛮慢的 ，OK， 但你不要赶时间，就是以确实为主 ，OK，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那个翻译训练进行修正的时候，就是先看自己的中文，找出自己难以理解的文章，难以理解部分，对，难以理解或许不太顺，或者你觉得就是很字面，就是有点硬，好，就我们中文讲说有点拗口的地方。对，有点绕口的地方，这样子好，然后再去对照的原文重新分析，没有错，是这样的概念，没有错。好，就是你先看自己的中文，然后呢，觉得哪些地方是怪的，是觉得说自己再回来看，觉得这边怎么感觉不太顺，怎么感觉理解不太通，好，或者是觉得这边应该可以变得更顺、更口语，那就是这个地方再回去看一次原文的那个相对位置，重想一遍作者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好。你要传达出来的意思不用到字字精准，要传达出来的意思要言简意赅 ，OK， 好，要言简意赅这样的概念，好，是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就是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分析，好，我想想看哦，不知道邓同学还在不在？呼叫下邓同学，好，如果在的话，我想要请求你，哎呀，你要溜了是不是？好，可惜啊，可惜啊，好吧，对啊，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之前帮这个邓同学做过阅读训练这个修正，好，所以我想要就是请求他能够经过他的同意之后，把我之前跟他修正过的前跟后的对照，让你看一次，让大家看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阅读训练真的要求的东西是什么东西。OK，好，所以不过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这个是之前私人通信的内容，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可能要等之后下一次直播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OK，好，那你还没走，好吧，来，好，那 OK，那谢谢你，就是我这边可能会稍微就是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我想看要分享还是什么，不行，分享会给大家看到 email，好，我看一下会不会给大家看到 email，好，如果不会的话，就是其实我不太希望泄露你太多的个人资讯，怕造成你的困扰这样子，对，但是如果 OK 的话，我是这边会，对，我这边会就是确定一下，不行的话我就用截图的方式，好，或者我用那个复制贴上的方式，好，让大家看一下你之前做的这个阅读训练跟你后来的训练有什么差别，好，那等我一下哦，不好意思，这边大家可以喝口水、吹吹气这样子，好，那我找一下哦，OK。好，那我想各位好，我这边对不对？我就直接把他写的东西贴在这个就是聊天室这边，让大家去看一下对照，好不好？OK，好，来，我想这样应该是可以比较快的。OK，好，我直接用那个复制粘贴的方式就比较好。OK，好，那各位稍等我一下，我先下载一下他的作业。好，还有然后把它复制粘贴。好，
好，非常好，我找到了。好，哇塞，这个 PDF，嘿，好，Anyway，没关系，没关系，我直接用那个，我直接用分享屏幕的方式，大家注意看哦。好，我直接用分享屏幕的方式让大家来看。好，嗯，看一下怎么做分享屏幕的方式。好，等我各位请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好，您可以先这个喝口水，喘喘气啊，或者是怎样之类的。OK，但是我这边要先来帮大家把所有的文字汇集，我先把这个文字汇集在一起，这样等一下来看的时候会比较方便。这样子，OK，好，嗯，因为我这是临时要弄出来的，还没有准备，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好，再稍等我一下下哦，但是我们这边先中场休息2分钟，好不好？好，那当然麦克风不要关哦，好，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讲。嗯，然后这边是第一份文件，然后呢，接下来下面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啊，嗯，因为这边同学问的问题，我其实觉得蛮重要，才会特别拉出来讲。好，因为阅读能力的这个分寸的就是训练的分寸拿捏是阅读能力的训练最后能不能做到成果的关键。好，所以这边我一定会跟大家给他看例子。好，就是我自己的示范。OK，嗯，稍等我一下哦，我这边贴一下这个，来贴一下这个表达。嗯，好，不好意思，让大家花了一点时间。好，来，各位，现在我们回来了。好，现在我们回来了。好，我这边开始分享一下屏幕。好，那分享屏幕的时候呢，请各位等一下在聊天框里面，请回我说你有没有看得到？OK，好，稍等我一下，我来按一下。哎呀，怎么屏幕分享不行了呢？搞什么东西？好，嗯，为什么屏幕共享不行啊？妈了，搞什么东西？好，哎。好，各位稍等我一下下哦。怎么会出这个包呢？嗯，因为我现在设定的是应该是要做屏幕的共享，但是他现在却不给我按下去，不知道是发了什么癫，搞什么凹儿子这样子。好，嗯，but anyway，好，好，anyway，我们先不管。好，我们现在先做，我们现在先来，我直接用那个贴的方式好了，好不好？好，让大家看一下。嗯，好，还是烦哦。对，好，我这边直接用那个呃复制粘贴的方式，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好，这个 business collaboration at works generally。好，我现在会把这个文章找出来，然后呢，第一段讲什么？A boration at work are economist。好，时间了，嗯，OK，找到了。好，现在找到一篇文章了。OK，好，这是经济学人的文章的这个第一段跟第二段，好不好？好，来，我现在把它复制贴上。好，请各位看一次。然后我去你的，你连复制贴上都要我订阅，你在搞什么东西？你经济学人，你不要太过分哦。哈，就是我只是看一篇，现在怎样？哈，by the way，提醒大家，如果今天你遇到这种就是付费墙，对不对？好，paywall，他要你去看了几篇完之后就要订阅的话，我跟你讲，就是你开无痕模式，好，去开那个没有记录 cookie 的模式，你就可以马上解除这个限制了。OK，好，这个不要跟别人说。OK，好，所以做阅读训练的时候很好用。好，我们终于打开付费墙，好，然后呢，现在终于能看到这篇文章了。现在让我把这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就是呃资讯，我把它复制起来，然后给大家看。我去你的，来，不好意思，有点麻烦。
我现在回到的是，我们现在回到的是这个刚刚这个直播活动里面的 OK， 好，来，哇靠！现在连 YouTube 都要表我就对了啦，什么意思？所以说他说你只能写294个字，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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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都要表我就对了，好，来，我就一个一个贴给你看，不爽了，好。MBA graduates, MBA graduates。好了，各位，你看我现在真的是被他搞到烦了。好，没关系，我就磕磕绊绊的，但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跟大家讲清楚。好，来，各位，这边是两段。好 ，Collaboration at work is generally seen as a good thing。好，大家请花个1分钟时间把它看完，好不好？好，看完的话帮我打1，可以吗？好，看完请帮我打1。好，我等下应该讲解完这个点之后，我应该就只剩半条命了，所以可能等下再开放一个问题。好，先提示一下，就等下再开放一个问题，这样子。好，对，那好，大家先帮我们看这个，好，加一加一，很好，很好，很好。好，来，我们看完之后，对不对？我们来看刚刚这个邓同学当时传给我的作业传是怎么写的。OK，好，那就复制给大家看。所以邓同学刚刚传给我，很好很好，大家都还留着没有睡着好，因为当时也很焦急，他说哇一直在处理技术问题，就开始累销回这样子。好，来这位邓同学他的翻译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他给我看了作业，然后还要不好意思大哥哦，还有这个同学后面第2段他也有写，他写的是这样子。很好，很好，很好。好，没有要偷表你的意思。嘿嘿嘿。好，来，邓同学，我们先请大家公审你，没有没有要公审啊。OK，好，请各位现场的同学们，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觉得我贴的这2段，你觉得读起来怎么样？你觉得读起来怎么样？怎么突然有一股臭味啊？奇怪了，外面狗拉大便是不是？好，来，各位，你觉得读起来怎么样？Business leader, I have a poor opinion. OK，超大超臭的干，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臭味，就是隔壁死人是不是？好，来，对啊，你有没有发现读起来？哎呦天哪，天哪！你用流量看直播，哦呦，哦呦，不要浪费流量了。好，我还不知道我这边8G 流量可以剩多少。对啊，你看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读起来是很硬，对不对？就是很生硬。所以那时候我看到就觉得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我就跟他讲说，我来做一次给你看。好，所以来各位，现在我们再看一次我这边做的东西。好，现在我给你看的是我所写的东西。现在我给你看的是，你来对照一下同一个资讯，我做的训练跟他做的训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好，我现在在下面贴上，等一下哦。哦靠，付费墙就不行了，这么的硬。来，这个是我做的。好，这个是我做的。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做的跟他做的有什么差别？来，请大家跟我讲一下，你觉得差别在哪里？加上，谢谢，谢谢打分。好，你有没有发现差别哪里？就是对啊，这就是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这就是你心里面的声音，你懂吗？这就是做过阅读训练的人，他的改变。好，就是你有发现我在写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在写的时候，他后面讲说编辑小组把作家的把文章里面不好笑的笑话挑掉，你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知道字面翻译的话，你会发现它跟前一句话连接是什么嘛，对不对？但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这样字面翻出来，别人看得懂吗？肯定会觉得莫名其妙。那我就会想，作者在这边突然讲述的故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肯定发现，因为前面的他讲到是合作很重要，这边他一定是要强调是合作，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去想，为什么今天编辑挑掉笑话是合作？那是不是代表说他是把编辑跟作家视为是个 team？所以我觉得稍微加一点字，让这个逻辑变得更通顺，就是编辑帮忙作家，因为他们是同一间公司。OK，好，所以这边如果要这个更通顺，它可以改成什么？编辑小组的初刊前会帮忙，就是会帮忙同一间公司的作家把文稿中的无聊条条会更清楚，这样子。好，然后再来，你有没有发现，除了加字之外，我加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作者想表达的原意更清楚。我也会减字，像比如说第二段地方，原文里面有讲说有一些不重要的能力，像是会计、微观应用经济学，好，就是我们的 microeconomics，好，还有像说编程。可你有没有发现他举这些例子，其实根本重点不是在讲这些科目来干嘛？他其实后面第二段的主轴，你可以读得出来，他的语气重点是在放说，今天我重视的是人际关系，我不重视是你的这个专业技能，所以我只要在我表达的过程中，我能够强调出这个区别就行了。那至于那些举例，我都会把它删掉。OK，好，所以其实，在做这个阅读训练的过程，就是在训练用自己的话讲出来。那你为了要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的这个过程，就会去思考哪些资讯是重点，哪些资讯不是重点，然后哪些是这个作者原本想要传达的意思。OK，所以你要记得哦，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是阅读训练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就是这样的区别。你可以加字，你可以减字，你可以用成语，你可以用流行语。好，像我之前看到有个同学作业，他说他写什么？他写什么？就是什么这个老太太，好，然后呢看到就是他好像在翻译一个文章，是在讲一个很奇怪的新闻，就在讲说什么，讲说这个什么老太太啊，什么照顾养女的新闻。他说什么老太太看到养女的表情就全程姨母笑。我想说全程姨母笑是什么东西？OK，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原来姨母笑就是一个看到小男生长辈女性所发出的关爱的笑声。我想说这是流行语吧？对，但是注意哦，他这样做反而很好，因为代表说他有理解他背后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好，这样的概念，对，好，就是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好，这也是这位同学的例子，好不好？来，我们现在来贴，就是也是一样贴经济学人他所做的作业的这个原文两段，好不好？哎呦，你看我一贴一段就339个字，在搞什么东西？真的是来，我们就要被逼到一段一段的贴。好啊，OK，
各位看懂了，帮我等一下，还没结束。好，好，我现在贴了四个，好，来，这4个其实是2段了，好，看完了帮我打2，好不好？好，好，很饿，大家都很饿。OK，饿了吗？好，谢谢大家，非常的好。来，各位，我们先来看这位邓同学，他之前在咨询之前在做的阅读训练练习，我们来看他怎么做的。好，谢谢大家。来，我们来看，这是他所做的。好，看完之后你觉得你的感觉是什么？好，大家跟我讲一下，你觉得你感觉是什么？经历过产物，对啊，字面上是这样写，没错啦，对啊。有一点懵。哎，奇怪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好，来，你的感觉是什么呢？OK，很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好，大家不要笑哦，不要笑哦。你可能以为你自己比他好，但我跟你讲，你做出来，大部分人做出来都跟他差不多，OK，都跟这种情况差不多。好，你可能以为你做的比他好，你可能会觉得我刚刚都看懂了，我做出来一定比他好。但我跟你讲，你做出来就会像这样子一样，真的。OK，好，来，重点就是刚刚大家所表达的这个资讯，主句翻译的感觉有点重，缺乏语句组合流畅性，还有中间看到晃神，其实都是你考试中遇到 RC 的阅读会遇到的问题。意思，因为为什么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心里面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你以为你心里面理解不是，但其实你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字面上的这个组合。好，那现在请各位来看一下，好，请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对照，好，就是我这边的帮他做的作业对照。好，请各位告诉我，你觉得懂了吗？顺了吗？好，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好，这边贴出的对照不是说要请大家嘲笑他或怎么样，没有，人家已经考了高分了。OK，好，就是
是让大家看到说，其实他之前所面临的问题，跟你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OK， 好，所以请各位记得，好，就是你以为你自己理解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心里面的想法，你只要你打自己试看看就知道，你可以打这条文章自己来试看看，就可以发现这件事情。OK，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谁是看字面上的意思，谁是讲到自己心里的话？如果这边考出来作者的态度题，或者是考出来细节题，或者是考出来何者为正或逻辑题的话，谁比较容易成功，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就是各位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有个同学跟你讲说，感觉像重写一样，没错，就是重写，就是我们没有要造句造字，好，就是你要理解作者背后的意图，想说他这边他是想强调什么意思，然后再去把它里面提到的重点资讯，就是把它里面提到的资讯，去想哪些是重点是不重要的，再把它全部串联在一起。OK， 你的做这个阅读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看不出来这是一篇翻译的文章，好，让别人以为这是一篇你自己写的文章，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邓同学修正后的版本，我等下找一下，好像有的话我下次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好，因为我这边档案有点多，所以我有的话下次我等下跟大家讲这样子。他后来应该是没有重写这样子，对，他没有重写，对，但他后面的这个新做的作业都做得蛮好的，我个人觉得。OK， 好，对，就是后面的作业都做得不错。OK， 好，那那相信邓同学对不对？好，其实你会发现，你以前做那个造字组织法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对不对？会觉得说我这个字要怎么去放在塞里面之类的。可是你有发现，改成等你通了之后，你知道说 OK， 今天原来阅读训练我们要的不是逐字逐句，我们要的是这样的概念之后，你后面做阅读训练就会变得比较轻松，反而会比较轻松哦。好，正确的方法反而比较轻松，因为你不是逐字逐句，你是要理解作者的本意之后，用自己的话把它重新组合讲出来，这样的概念。OK， 好，那我们所以花那么多时间，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花这个时间值得的，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自己做阅读训练搞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这边就用实际的例子来让他看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再回来，好，我们回来的地方，那这边我们再开放大家所补充一个问题，这样子。好，对，好，那等一下我们就解决一下最后这个问题。好，就是最后这个陈同学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先回溯回来看 ，OK， 回溯回来看前面的问题。好，就是我现在回溯一下哦，大家帮我往回翻，好不好 ？OK， 好，那就是我们前面可以看到刚刚那个补充4A专班的优点。好，先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很多建议。好，就是包 face 题比较难的题目。然后我会去找，我等一下就会去找去到点比较难的题目这样子，然后还有 OG 可以参考的题目，这个部分会慢慢的继续做整理。OK， 好，就是可能会把 OG 的题目整合在一起。对，好，这部分我会去做整理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说那个陈同学就是说大陆省放两颗 YouTube 不好意思，好，如果我想看怎么办，因为的确这个墙的问题也是蛮严重的。好，但如果之后有大陆那边有什么直播的频道或者是一些线上的这个直播平台，当然不是要那种就是肉奶爱心打赏那种就不用了，这样子 OK。好，那个我是没什么人气这样子。好，那如果你觉得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直播平台或合适的视频的平台的话，我也可以考虑之后可以做个直播的分流。好，就是我这边可以做一些电脑的设定，让这个直播同时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跟这个就是大陆的网站上面去做联播的 OK。所以但这部分我的技术上面不太熟了，所以如果你有认识或是各位现场的同学有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讲。好，我是非常乐意把它做分流的 OK。好，那像就我所知目前哔哩哔哩这个网站，好，以前我都是拿来看动画或者是就很宅嘛，对不对？后面其实我不是看动画，我是看那个日剧跟泰剧，就泰国剧，就是泰国的 Siri OK， 就是他们的这个连续剧都在哔哩哔哩上面看中文字幕的 OK， 中字泰英这样子。好，那我都会上他的网站上看。那最近已经开始有些同学就是，我跟他们说，你可以把我的视频，你可以把我的影片我的资料搬上去，搬到哔哩哔哩上面去。好，他们也开始搬了这样子。好，就是都有经过我的授权这样子，因为就是自由分享，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翻墙有困难的同学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哔哩哔哩上面看，没有问题这样子。OK， 好，那再来就是对，那所以如果之后直播的管道的话，请这个来跟我说。OK， 好，那再来我直接看下面的问题。好，
prep 都做过2-3遍了，之后复习是以 OG 还是 prep 的哪一版作为重点检讨的资料吗？好，我个人会建议啦，就是难度比较高的话，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你必须要从所有的资料里面挑一些东西先做，那我会建议先从 OG 的后1/3的题目，因为它是就是 OG 你自己知道它是按照难度来排列顺序嘛，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时间有限，你想要特别去挑比较难的题目来做，你可以是以 OG 后1/3的题目，还有就是 Prep 2012，也就是我们台湾俗称的 PP4，好，就是 Prep 2012里面的这个中难度的题目到高难度的题目，它里面都有分难度，中跟高的题目都可以拿来当就是素材这样子。好，那基本上我会建议是以 OG 为主啦，因为 OG 里面题目是最有代表性的，我自己一直觉得是所有的参考资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题目这样子。好，所以简单的就是 OG 后面的题目，以及 Prep 2012里面的中难题跟高难题这样子。好，那然后再来好，NC 专班好，非常好，谢谢你的分享。就是的确，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 NC 不是用一条一条规则来理解，是用出题者设计的相似度来理解的。好，然后再来，希望你很好，就是在答题的上面，你已经开始不是用零散的方式。OK， 这边我再稍微干够一点，就是稍微讲一下哈，就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签行这个东西。OK， 好，我知道很多的高分的考生都会选择去看别人的心得文，就是很多考生都会选择去看高分同学新闻，然后说要做签行。可是我个人超级不喜欢签行这个东西，因为我的签行害人很深。是什么害人？就是说签行让你就是把考点变成一条的规则，然后呢，让你觉得这些规则就是谁先看到就先删谁，好，谁看到就判断谁。但我其实要跟大家讲的实话是 ，SC 是有层级的。好 ，SC 哪些点可以先删，哪些点可以后删，那是有顺序，那是有层级的，有优先顺序的。如果你只是把考点弄成一条一条从每个题目上抽出来规则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情。OK， 好，所以就这边突然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继续做签好没有关系，但是要提醒你一件事，你要帮每一个你抓到的点去找类似的题目，并且你要去思考层级问题。OK， 好，来，那再来，好，那你有给我一些建议，就是说，当你 OG 的时候发现了几题 if 的句子，好，可以加点课程的内容。好，那这边我会继续，我这边会根据你的建议，大家去做就是这边先不等一下，因为我这件的任务在做 CL 专班的改进。好，我下一次改版 S 专班的时候，这边我会去把 if 的题目挑出来，去看它有没有真的在考很多的语义的高分的题目，因为有些东西我不放，是因为它并不算是高分题，不算是高难度的题目。比如说 if 跟 when 的这种对比，它就算是基本的题目，就是表达假设跟表达实践一致性的时候这个差别。好，它就是基本的逻辑，它并不是什么高难题，所以就选择没有放。好，但我会去检查一下 if 这个考法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难的地方。如果我认为是有高难度的点的话，我会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好，然后 OK 好，那对照题要不要放，对不对？其实我还在犹豫当中，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就怎么讲呢？就是我不希望大家说就只看对照题就不去自己做联想这件事情了，因为我的观念就是觉得说，还是有一部分的功夫是需要你自己做的，是需要你自己思考的。你在抓联想对照的过程中，其实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到底这背后的出题者的设计方法是什么，它的为什么这样设计，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其实可能不一定会去放很多的这个对照题，好，因为我希望能够让你自己去做对照，好，这样子你才会有训练到，才会知道它背后思考这个设计的逻辑是什么。OK， 好，就是当然准备考试大家都喜欢速成，越考越快越好。但是我就会就是作为教学者的我会特别注意的是，到底我有没有就是给你太多东西，导致你有强暴的心态，而导致你原本的能力是无法提升的。好，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培训机构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而导致考生一直都考不高。OK， 好，为什么头发会翘起来变公鸡？好，来，所以这边我还会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到底我是不是应该加入这个对照 ？OK。好，那我再往下看呢。好，现在我们就跳过刚刚我们中间讲这个阅读训练的地方，对不对？好，然后呢，最后讲了这个 OK， 好，那最后这个地方的问题，好，
你说刚刚这个阅读训练地方主要意思很明确，但有些细节有点不会讲细节题嘛？OK， 好，来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在上2次的这个随意聊的直播间啊，我应该是上2次啊，或者是我在 RC 的这个就是那个播放清单里面，好 RC 的播放清单里面的这个就是影片的分享，还有我在部落格上的这个 RC 部分的教学，你会发现。我的 RC 做题策略就是说，时间放在后面比放在前面重要。好，我们一开始第一遍阅读的时候抓重点，虽然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细节是会考到，但是我们如果把时间线节省下来了，我们等到考到的时候再回来细看，会比你一开始去细看就到最后没有考到还来得有效率。好，所以的确这些细节，我当初第一遍读是认为不重要会漏掉，它后面真的考出来没有关系。后面真的考出来没有关系 ，OK， 好，那就是你再回来去定位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先提醒你，就是细节题是完全不会被影响到的，它经过实证是完全不会被影响到的。我至少告诉你一个秘密，很多高分的人，他阅读可以做到接近全对，但他第一遍阅读他其实只有看懂30%到40%的文章而已，他只有看懂30%到40%，但是会有最高60%的细节都是看不懂的，或是一知半解的。OK， 好，所以不用担心。好，细节漏掉，在第一次漏掉，或者是第一次没有把它记下来，或者没有搞得很懂，那个不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做题，因为你可以节省时间，到后面真的遇到题目再回来定位，再把那个细节搞懂就可以了。我们第一遍阅读是要求的是逻辑的通畅，而不是所有细节的记忆。好，在我之前的直播跟影片我都讲过，我们现在不是以前那个18岁、17岁那个自己了，我们的记忆力跟专注力大不如前，所以呢，我们无法把所有的资讯塞到脑子里面去了。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改用一些 SMART 方式。那其中一个就是什么？选择有用的资讯，选择重要连贯的资讯，在第一遍阅读的时候吸收跟组合。真的考到一些细节不重要的资讯，我们再把前面省下来时间拿回来看。OK， 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有更系统的讲法，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好不好？好，然后回去就是接下来这几天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在 RC 播放前面放的这个影片。好，就是视频，然后还有就是我在部落格上放的这个关于 RC 的一些文章这样子。好，那再来 Zoom 啊 ，Zoom 是什么东西？今天多一个新的 Zoom， 好，不知道哎，好，那可以再寄信给我嘛，好不好？再跟我讲 Zoom 要怎么用这样子，或者是就是大陆同学或者是你们有推荐什么你们常用的平台？好，都可以跟我讲这样子。那基本上我还是会以一个免费的形式啊，就是不要推荐跟我说什么要收钱打赏的，就不要了这样子。好，我的意思是说，免费的意思指的是说，就是很像 YouTube 这样，就是免费来听，免费来上来讲课。好，不要说什么来了要先买个什么会员啊，先买个什么 VIP 才能听我讲课，然后还要打赏给我，不用。OK， 好，就是我在这边完全分享都是完全公益性的。OK， 好，就是我在这边分享不会要收你的钱。好，我也不是图个什么东西，好，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好那个讨论问题这样子。好，来，那就是再来，好，对，做完之后不确定我没有注意到的点。OK， 好，我懂了，你指的是 SC 吧？指的是 SC 的部分，不知道说今天平常做完之后，这个题目里面是不是还有点是没有看到的？好，这边我会再想一下怎么办。OK， 好，那通常我会建议就是分读书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好，就是很多时候你自己准备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看到自己的盲点，那读书会就会比较效率这样子。OK， 好，对，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你遇到的题目，你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呢，就是带过来这边发问，带过来 YouTube 这边发问也可以，或者在做掉时间后发问也可以这样子。OK， 好，但我当然觉得就是如果你有读书会讨论是最好的这样子。OK，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上网看解释。对，上网看解释，可是我刚刚提醒你，就是上网看解释的时候，你不能尽信别人，对不对？你要确定他的解释，你看懂之后，你要找到另外一题可以用他的方式解，这样的概念。好，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是这样子，就是跟读书会的人讨论，或者是在这边发问，或者是上网去看已经有了这个讨论串。但如果你上网看别人的讨论串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你一定要确定它是能够经过双重验证的，就是2道以上的亲兄弟的题目来做验证。OK， 好，来。
那谢谢你提供的连接。好，那各位谢谢各位，就是今天我们又创了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不是人数的新高，就是时间的新高。好，那我们今天也看了更仔细，也是说关于阅读学该怎么做。好，然后还有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不管是 SCC 或 RC 都非常感谢。那么也谢谢今天，我其实想特别谢谢就是这个邓同学在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东西。OK， 好，想谢谢邓同学来今天跟大家就是以一个就是刚考完的同学的身份，好，因为他还要准备雅思，大家请大家集气祝他接下来准备顺利这样子。OK， 好，那还有就是谢谢就是上过这个我们专班的同学啊，然后呢给我很重要的建议这样子，然后更重要是谢谢大家就是愿意在这个时候好的就是应该说是现在在台湾应该是10点快11点了嘛，10点快11点嘛，对不对？好，来跟大家来跟高斯来讨论一些局面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再跟大家重复，就是最后再跟大家重复一些事情。OK， 好，就是下一次的直播时间是在12月27号，12月27号。OK， 好，一样，我等一下会开出新的直播页面，请大家去加入铃铛，好好的关注这样子。好，所以就是下一次直播时间是12月27号。好，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之中呢，如果你想要问到当时点问题的话，对不对？好，就是如果是 A2GMAT 的学员的话，好，在12月13跟20我都有助教时间。好，但是呢，你要先在网络上先预约这样子。好，就是用那个我在前3天在 A2GMAT 社团上公布的这个预约链接先预约。OK， 好，那一样的要记住哦，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你要把自己的问题明确化，并且要想出你会怎么解决，你要带着你的答案来找我这样子。好，那期待跟你的在那个见面。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就是还没有准备完成的同学，应该说刚开始准备同学的话，好，在台北好 A2GMAT 这个地方，12月16、1821跟25有所谓的先修班。OK， 好，就是这个大家欢迎来参加。好，如果你是初学准备的人的话，好，或者是你 Verbal 一直以来都突破不了15到20的人的话，这样子可以来参加先修班。好，然后再来就是对于 RC 的部分，如果你的 RC 一直都没办法加强，好，就是RC 的部分不是阅读基础能力，而是你虽然读得懂，可是你发现你 RC 的正确率波动很大。好，或者是你在做 RC 都是硬考没什么策略的话，好，12月22、23号的 RC 专班是可以给你一个很完整的 total solution， 告诉你 RC 的高手在时间分配上，在阅读的这个心态上，以及在这个就是架构阅读上，还有就是定位跟后面混淆选项辨别上。都会怎么处理？好，所以这是12月22跟23的 RC 专班这样子。OK， 好，那对，就是最后呢，我刚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接下来应该在1月份会推一个这个私人教练的这个就是 package。好，不好意思，最后在工商服务，让我工商服务一下，不好意思，你看我那边讲那么久，让我工商服务一下好不好 ？OK， 好，目前还在跟 A2 来讨论啦。好，那1月份的时候，应该会就是直接推出1个月的这个私人教练课程。好，私人教练的这个计划，就有点像健身房的私人教练一样。好，那基本上限额就是6个人，好，应该会是6个人。然后呢，整个的 package 计划会是由我在第0周的时候，帮每一个成员制定一个为期4周的读书计划。然后呢，每一周都会去盯你这个计划进行的进度，并且给你相应的作业。好。然后还有就是根据你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成果来去帮你调整下个礼拜读书计划，就很像是健身菜单一样的概念。好，然后呢，在第2周跟第4周的时候都会有模考班，好，就是都会有这个就是现场模考，由我在你后面亲自看你怎么做题，然后呢，并且直接用1对1互动，应该不是1对1，就是说小班互动讨论模式，好，就是来跟你讨论你在做题上你的思考是什么，你的盲点是什么，还有就是要怎么对应到你接下来改进的计划里面去。好，所以每一周都会有面谈跟作业的分派，还有就是思路计划的调整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会有线上的这个私人群组，好，就是这6个人私人群组，我也会每天固定回答就是群组里面的问题这样子。好，对。那目前还在跟 A2 做最后的协商，那应该1月份就会推出了。好，私人教练课程，那希望也能够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有帮助到大家啦。好，就是对，大概是这样。对啊，就是但那个时候但这个私人教练课程是会先面谈，好，我也会面谈，如果有通过的话，对不对？
好我就会帮你直接设定这个4周的读书计划。好，然后呢，过程中都会就是都会做记录。好，我会帮你做个完整的病历跟计划记录。好了，也会选成录音这样子。好，让我们整个准备过程中是有依据的。OK， 还有你后面调整也是有依据的这样子。那如果面谈不通过的话，我也会直接跟你讲不通过的理由是什么。好，不会隐瞒你，不会说就是让你觉得我在挑学生或怎么样之类的。好，我会跟你讲为什么不通过。然后呢，不通过的话，那你可以怎么样利用时间来自主训练？我会给你一个建议，这样子。好，所以到时候会有面谈这样子。好，那好吧，不工商服务了，好不好啊？最后 S 专班什么时候，对不对？这个 S 专班可能是1月份的事情，可能是1月份的事情，对，因为12月最后只剩下 RC 专班这样子。好，我们不工商服务了，这样子哈，就是讲那么多商业化的东西，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难，不是，就是有点害臊，你知道吗？我想说这个直播应该就是一个知识分享，大家拉塞的地方，到最后变成都在工商服务。好啊，那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你说私人课程何时开放面谈呢？等我确定了就会开放，应该是最近这样子。对，所以大家不用难过，不用担心这样子。好，那 anyway 就是不管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不管你有没有参加这些课程，我都非常的欢迎你锁定我们12月27号的这个直播时间。好，希望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再在这边见面。没有啊，最高的希望是在那个时候之前，你就可以直接解决这个考试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不用来这边了，对不对？好，或者你要在这边来跟大家来跟大家讨论问题也是可以的。就像今天的邓同学一样，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非常感谢他这样子。OK， 邓同学，就是如果你还在的话，记得来台湾一定要找我，带你去吃我上次直播里面讲到的美食。OK， 好，对，好 ，Anyway， 好，我们就是不要再用更多的工商服务来玷污这个直播了，那就让我们12月27号见，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